我们讲了这部《封神演义》里的神话传说呀，你会发现呢，往往在这个小说里边啊，被说的一无是处的，其实真实历史上不是那么回事。比方说纣之为恶，不如施之甚也，纣王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坏。妲己呢，真实历史上呢也不是像这里边那么心狠手辣，但是这里头有这么一对父子，却是在历史上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小说里边写的。谁呢？周文王爷俩，就是西伯侯姬昌和他的儿子姬发，就周文王、周武王。当然咱们先得跟大伙说明，周文王呢，他并不是在这里出现的人物，这是他死了之后人家给他的谥号，就追认他为周文王。他这一辈子都是西伯侯，西伯侯姬昌，他儿子姬发最后把纣王打败了，得了天下，立国号为大周。周武王是大周的开国第一个皇帝，然后往前倒说追封我爹为周文王。说怎么这文武呢？这里有个常识，就中国历史上啊，这皇帝死了之后要给谥号，也就是那么20-30个字来回使。这个谥号还有说法，如果要叫什么文啊、武啊、景啊，这都是好的皇帝，就后人认为他们高。你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都相对是好的。如果要叫什么幽啊、厉啊、献啊、灵啊，这都不好。像汉献帝啊，像这个周幽王，哎，这都是不好的。就这个谥号就决定了历史对周文王认为是这个的好。说这周文王啊，刚直不阿，宅心仁厚，那就天底下圣贤无过于此了，最好的。那么历史上这么吹捧周文王，周文王、周武王这爷俩是不是有他说那么好呢？其实《封神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啊，披露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让我们看一下，得天下者如果真是100%的宅心仁厚，100%的成为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首，他可能就得不了天下。得天下者是利益之争，就是脸皮不厚心不黑，你想把天下得来很难。往往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当中呢，你要不狠点，不有点手段，那就太大。那周文王从他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呢，他确实是个很有手段的英雄。但是你从手段上看，你说他枭雄也罢，奸雄也罢，没有太大区别。就像我们说曹操是英雄是枭雄是奸雄，刘备是英雄枭雄奸雄，这都很难说，此一时彼一时。你要看手段，都那么光明正大，你得不了天下。咱说半天，咱得回到正文上。《封神演义》里怎么把这些信息披露的呢？咱们看啊，都说西伯侯姬昌，那在西岐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推崇的仁德啊。哎，这位大哥啊，你们这样成群结队的是要往哪里去呀？为西伯侯建灵台去。听说西伯侯仁政爱民，怎么也像纣王一样大兴土木了？那你就不知道了，侯爷对我们百姓恩比天高，我们真是无以为报。期间这座灵台也是给我们恭敬的。苍天在上，纣王无道，置炮烙造柴盆，杀妻害子，枉杀忠良。姬昌今日率万千臣民在灵台祭拜，枉死于朝歌的无数冤魂。臣愿早日得雪，九泉之下安息。说这个人是秉持正义的，可是这里头有些事他就不那么正义。你比方说纣王8年，登基8年以后，大宴天下群臣，东伯侯、西伯侯、南伯侯、北伯侯4路诸侯都来到这个朝歌来祝贺。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季昌，北伯侯崇侯虎，朝见大哀王。这个时候也是个贿赂的高峰期，为啥呢？这个外边的官进来了，他都很怕呀，这纣王呢收拾他，所以之前呢都打点一下。那么纣王宠信2个奸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找他俩都给送礼。《封神演义》里可没写西伯侯姬昌送礼，但是有一句话：满朝文武独冀州侯苏护一文不送。大王有令，令4镇诸侯每镇选美女100名，
不论富贵贫贱，只要是容姿美貌、举止大方的，都要进宫候选。裴大夫，你在朝中做官，吃好住好，你不下去看看，那老百姓都过的什么日子？你是什么人，竟敢在大殿上辱骂大臣？你不认识我了？冀州侯苏护。当然，这冀州侯苏护没送礼，接下来就没好果子吃了。大王，你知道苏护这么起劲儿反对选美，为什么？我打听过了，他有一个女儿，有倾国倾城之貌，爱如掌上明珠啊！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大王不妨招来看看。就把苏护叫来了，把你女儿送给我吧。可是苏护气了，为啥？他女儿已经答应嫁别人了。所以苏护一来气呢，从朝歌出来呢，在朝廷柱子上题了4句诗，叫军坏陈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反了，我们马上这一反，周王一看这还了得，派兵镇压吧。派谁去呢？当时派了北伯侯宠侯虎和西伯侯姬昌，就你们两家联手给我把苏护打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西伯侯姬昌的权谋之术是这个的，非常有心眼，这真是一代枭雄。这个北伯侯宠侯虎呢，把兵都准备好了，跟姬昌打招呼，咱走吧。姜说不行，我得回西岐带兵，我这没拾掇好呢，你先打。其实就变成了你先上，我掩护。结果这宠侯虎呢，就跟苏护打起来了，让苏护给打得落花流。在这个时候，双方拉锯战时间一长，等于大商朝以倾国之力与冀州侯苏护一家干，那时间长了，苏护是顶不住的。眼看要顶不住了，这时候姬昌才站住。打不赢苏护，打不赢苏护，当然无法向大王复命。我担心的是，你打赢了苏护，灭了他的九族，这又如何？别忘了，大王魂萦梦牵的，不就是想得到苏护之女苏妲己做妃子吗？侯爷，俗话说君命不可违呀。依我之见，侯爷还是送女进京，顾全大局为好啊。像侯爷现在这样与朝廷为敌，非但女儿难保，恐怕冀州百姓也难逃兵险之灾呀。他当和事佬，他谁不得罪？劝苏护你投降。他说：“你看呢，这皇上看上你女儿了，好事啊，你怎么不降呢？第一个有3条好处啊。第一，你能混个皇亲国戚，你是国丈啊。皇上看你女儿，你就皇上老丈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想不想保护你的军队了？这么打下去，你连地盘带军队带你命全没了，玉石俱焚。你得舍小家顾大家。再第三个，冀州城若干百姓这么打下去，岂不生灵涂炭呢？你听着，尤其第3条，入情入理，为了全城百姓。可问题，你为了全城百姓，你怎么不一开始劝苏护就投降呢？双方打到这程度，百姓已遭涂炭了，你再站出来装好人，而且混个皇亲国戚，保护自己，这像一个圣贤说的话吗？这不是地道的小人的生存之道吗？所以最后结果是苏护没办法，一看姬昌劝我投降了吧，姬昌还买个好啊！你看，你这我关键时候我出马了，不费一兵一卒啊，两头买好。你这样的人，咱琢磨琢磨，咱们看三国呀，或者说历朝历代的历史啊，这样的人可不少啊。有很多人表面上和善，其实骨子里狠呐，他自己的利益他一点都不想吃亏。所以你从这些事儿就能看出，这个文王啊，不是一个什么宅心仁厚的人，他的小算盘拨来的是叮当响，而且他很有头领。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呀，他这面对纣王的压力，他没办法，他得保全自己，他不保全自己，他怎么行善呢？如何？
但你看人家在西岐把西岐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一贴文王，大拇哥一挑，哎呀，这圣上如何如何，这总是真的了吗？其实这也不是真。老百姓真觉得文王这个人好吗？什么事都愿意听他吗？你记住有那么句话，叫绝对的服从来自绝对的恐惧，绝对的忠诚也来自绝对恐惧。为什么很多人服从你忠诚是怕你？说为什么说到这个呢？你看咱们解析一下《封神演义》里说到的周文王治理西岐的一个故事，你就能看出来。说这文王有一天呢，他的车马仪仗队经过，有个樵夫砍柴的叫武吉，一看这仪仗队过来了，这武吉一失手，哎呀，当兵一打啊！这打死人了！死人了！打死人了！既然打死了人，你当敌命呀？不，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也是误杀。我们西岐人向来善良，官府也没禁牢，我先画地为牢，把你囚禁，等候发落。就中国古代说画地为牢这成语是说的什么？这圈儿就是牢，这竹竿就是看守，你要是越过这界限，就是越狱。武吉真就站这儿没敢动。大伙儿想想，他为什么不敢动呢？他这杀死当兵的是死罪啊，他怎么不跑呢？画个圈也困不住他，抬腿他就跑了。为啥不敢跑？不是老百姓服文王，是真怕他呀。你看起来孔夫子崇拜周文王，说他行仁德之政，好像是儒家，不是，他其实是法家的老祖宗。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用严刑峻法来限制你。他不敢跑，有人说跑了怎么的？你别忘了文王居而演周易，他会算卦呀，一卦算到天涯海角，你跑哪儿都知道，你往哪里跑啊？这武吉吓得在里头待3天3夜没敢出来。正好这时候呢，这文王啊打死路过。文王平常就是你犯了任何一个戒律，那我是严惩不贷，严刑峻法。打死人理当偿命，有什么好哭的？就是小人家里有一个70多岁的母亲，无人照顾，一定会饿死在路边的。小人想来十分伤心。好了，别哭了，念你一片孝心，我暂且放你回去。带上这个，安置好你母亲，立即回来服刑，以正国法。就这么，这武吉呢回到家，跟他父母说：“我这怎么着，我要死了。”也巧了，他家住在渭水边上，这时候正是姜子牙在朝歌失意，回到渭水边垂钓的时候。结果这武吉呢，天天在渭水边走，就认识姜子牙，就把这不幸遭遇跟姜子牙说了。武吉，你立即回家，在你床前挖个坑，黄昏时候你睡到坑里去。你该跑你不用去，躲着。结果这边文王呢说：“我说让你回来，你敢不回来吗？”到了限定时辰，这个武吉还没回来，他逃走了。是的，我们不能放过这刁民，不然西岐的法纪就被他破坏了。一定要把他抓回来，以正国法。文王一看这混蛋胆儿可太大了，天涯海角我得给你抓回来。算卦，拿几根竹签啊往这一摆，周易算卦嘛，起几卦，一看呀，这个人完了，原来他已经死了。怎么的？姜子牙用验刑术搞的，让他一排卦就排出来这武吉跳水而亡。哎呀，一看他跳水而亡，这算畏罪自杀呀！这个周文王当着满朝文武啊，你就悲悲切切，他干嘛呢？我的本意啊，是让他来认个错啊，给人家这个家属跪下磕个头，我小惩罚他一下，没想杀他，哪想到此人畏罪而死啊！哎，可惜了。这是什么面子？这就叫假慈悲。他让他回来时领罪，要杀他，一看这人已经死了，他还要买个名声。你看这个手段很高，周文王这时候就用的这种办法。身边文武一看，咱大王真宅心仁厚啊，其实他心里都有数。你再转过头再看，等到文王到渭水边视察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这个樵夫武吉在那儿。
道古怪耶，只懂那个。那不是在市场上打死人的武吉吗？这文王火冒三丈，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破了我的先天八卦，你居然还活着！这时候文王动杀机了，把他抓来得问呢，你怎么弄的我那八卦不准了？本来我卦卦都准了。说个明白。哼，侯爷是这样的，有一位在这里垂钓的姜老爷，那天说我进城会打死人，我不信，谁料还真的弄出了人命。后来侯爷放我回家，母亲为了保存孩儿的性命，叫我去求姜老爷。姜老爷收我为徒，叫我挖一个坑，自己睡在里面，这样可以逃过此劫。那一定就是他。哎，姜老爷子现在在哪里？来见姜太公。可以说武吉这时候成了他引路人了。说这么着，姜太公这时候跟周文王你想去吧，那就是咱隆中对说的，就刘备啊见着诸葛亮，俩人对坐啊，自动作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联军者不可胜数，曹操比袁绍，俩人就聊上了。聊上了，文王一看姜家是这个的，先生所言极是，使纪昌茅塞顿开。先生答应助我拯救万民，实在是拜谢了。要不说文王这个人是很有韬略的，这个时候真找到有用的人了，这时候他就顾不上再杀这武吉了。今封姜先生为我周朝的丞相。姜丞相，谢文王。武吉在。以往之罪不究，令你戴罪立功，封你为副相。谢文王，谢文王，谢谢文王。所以你看文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那是处处都有心机的，确实是一代骁勇，他研究的很细。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周文王一家人。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这我们说了周文王，他不是历史上相传那样。我们再看周武王，他儿子，你注意啊，周武王接周文王的班，也是西伯侯，后来打天下，成了周武王了。那么照理来说，继承皇位的不是他，因为周武王姬发大哥是周文王的二儿子。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大儿子是谁呢？叫伯邑考，这应该是伯邑考继承这皇位，怎么轮到姬发了呢？这伯邑考啊，是周文王当时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弄过去，就怀疑他要造反，就把他囚禁到旧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周文王在这儿，文王居而演周易嘛，就在这儿把算卦这套学问研究明白了，把周易推出来了。推出这个过程，他算自个儿，我得有7年牢狱之灾。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不死也得经历一场大难。他在临行前就跟自个儿的儿子跟伯邑考说了，我得有7年牢狱之灾，这7年间你们不用来看我，满7年我灾消了，我自然会回来。可是没想到7年将满的时候，伯邑考来到朝歌，说我迎我爹来了，我要尽孝，跟纣王说能不能把我爹放回去，哪管我替他蹲监狱呢。范臣之子伯邑考向大王请安。好，伯邑考，你今天来进贡赎罪，可见你有一片诚心呐。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伯邑考长得太漂亮，美男子，这个妲己就看上他了。纣王说你呀教我的宠妃弹琴吧，结果妲己借这机会调戏伯邑考，往人怀里坐。最后伯邑考不干妲己急了，伯邑考，你太不识抬举了。就说大王啊，他调戏奴家，纣王一来气把他砍成肉酱。所以说这个时候伯邑考来到朝歌，等于是送了性命。他一死，这周武王姬发上位了。其实武王这时候早就清楚，你去了就找死了，肯定会引起纣王的怀疑，把你弄死。伯邑考死了，谁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他长子继位的话，天下打下来最多作为二弟
姬发来讲也就是一方诸侯，得不了大周天下，所以把自己哥哥弄死，借刀杀人。他自己动手不行啊，这天下都骂他，哪有你这么干的？所以这招借刀杀人非常高明。伯邑考死了，他上了称周武王，恭贺武王。所以他这个时候都能下得了狠心。你就想想历史上所谓的贤德君主，他既然称君主了，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要不然他能在王朝更替残酷的权力斗争过程当中能够生存下来吗？他不可能啊！翻开中国一部封建王朝兴替史，满写着这样的血泪和奸诈。所以我说历史为什么说没有贬斥周文王、周武王，反而给他抬很高地位？为啥？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历史，它是显现与遮蔽并存的历史，并不完全都是真的。但是问题是，历史虽然是胜利者书写的，这是外壳，它内在的东西往往是公道的。就人在做天在看，它是有报应。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刘备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把这孩子脑袋撞不好使了。哎，你站住！你这是干什么？所以后来这个后主阿斗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后主刘禅那把诸葛亮那点苦心基本都给糟践了，这不就是报应吗？所以我说历史有时候虽然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它本身也是人在做天在看，它有它内在的规律，这就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征早与来迟。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爆炸事件，其中伤害程度很高、影响力极大的，大伙熟悉的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啊不知道一件事儿，就在中国历史上啊也发生过一件不逊于通古斯大爆炸的爆炸事件。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1626年。这是大明天启年间，北京发生了一场古今未有的离奇大爆炸。那么这次大爆炸呢，比通古斯爆炸呢要更传奇。为什么呢？就是通古斯爆炸里头的所有现象，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呢发现，都可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可是天启大爆炸里发生的种种怪异现象是很难在科学上得到解释的。那么这次大爆炸由于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北京，爆炸造成了2万多人的死伤。爆炸的威力呢，相当于1万到2万吨的 TNT 炸药，比扔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呢还要厉害。当时处于明朝的天启年间，所以这次爆炸呢被称为天启大爆炸。到现在为止呢，科学界和史学界呢都没有对这起爆炸的原因做出定论。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其他的怪异事件不同的是呢，这次天启大爆炸在史书里记载非常详细，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有根有据，所以它才引起了诸多后来的这个科学家对天启大爆炸孜孜以求的这种研究，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那么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给大伙说说这个天启大爆炸。爆炸发生的时间呢是公元1626年的5月30号，是天启6年的5月初6。就说它的头一天呢是端午节5月初5。当时呢北京城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不头一天是端午节吗？所以第二天呢5月初6这天呢，街道两旁的小贩呢还在卖昨天没卖出去的节日商品，你像粽子啊、香包啊、纸葫芦什么的。搁现代话说，那就挥泪大甩卖了。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呢也愿意买打折货，也图便宜，所以一群一群扎堆啊在那占便宜。这大街上人特别特别多，买的卖的啊熙熙攘攘。那么到了上午9点的时候呢，大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就在大家有买有卖有说有笑的时候呢，突然间天空传来一声闷雷似的轰响，咔嚓！大家被这个响声给惊呆了，齐刷刷扭头看天，只见天上有个巨大的火球啊在空中翻滚，一边翻滚一边你能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而且连闪电带冒火。紧接着这个火球在空中唰就解体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再次响起。随后呢，
能看着一朵又大又黑的蘑菇云，笔直的竖在北京城的上空。也就是挺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北京城突然间天昏地暗，天崩地陷。东起阜成门，北到刑部街，在长大概2公里、宽6.5公里的范围之内，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什么木材啊、石块啊、铁屑啊，还有人的残肢、鸟的尸体，像雨点一样不断从空中落下来。这其中还有人头，挺吓人，有的没眼睛了，有的没下巴壳了，有的没鼻子了，看着是非常非常恐怖。那么在史书里呢，关于这次大爆炸的恐怖之处有不少记载。说在遇难的人当中呢，有个叫周继宇的，当天上午呢，他到北京这菜市口买东西，走着走着呢，迎面过来6个人，仔细一看呢，这是他搬家以前的邻居，挺久没见了，所以打算叙叙旧唠唠嗑。你看电视剧里我们都看过，古代人在讲话之前呢，都双手抱拳做个揖。这周继宇呢，就向这6个人行礼，6个人也跟他回礼。就在6个人回礼的时候，这不鞠躬吗？突然间一声炸响，这6位一抬头，这一抬头不要紧，就眼看着周继宇的脑袋呀，从脖子上嗖就飞出去了，一下子飞出10米开外。随后他这身子这不就剩个枪子了吗？啪，倒在地上。而这6个人呢，毫发无伤。这6位被眼前景象可给吓坏了，转身就跑。跑的过程当中空中不断有着残肢断臂落下来，路上的尸体一个摞一个都摞起来了。那街上是死的死，伤的伤。说大内皇宫如何呢？皇宫也没好哪儿去。当时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他哥哥。这朱由校呢，正在乾清宫里用早膳吃早饭呢，吃的正美着呢，突然发现大殿的顶棚疯狂震动起来了，那就跟地震似的。随后噼里啪啦往下掉东西，朱由校吓得扔下饭碗，起身就跑。因为他跑的速度太快，很多扶持他的太监呢、护卫都没反应过来，只有一个贴身侍卫跟着他跑出来了。这侍卫扶着朱由校呢，跑到建基殿门口，两个人本想进店里躲避一下，结果脚还没踏进门呢，屋里房顶就开始往下掉东西。这个侍卫真是挺忠心护主，一下扑到皇帝身上了。正这时候呢，房上瓦片噼里啪啦掉下来，正砸在侍卫头顶上。这个侍卫头骨瞬间爆裂，脑浆都沾了皇帝一身。朱由校被这一幕吓坏了，也顾不上皇帝体统了，鬼哭狼嚎的边跑边喊。最后呢，跑到交泰殿的一张桌子底下缩成一团，幸免于难了。那灾难发生时呢，皇上起身就跑，那边乾清宫里的内侍都不知发生什么，等反应过来呢，也跑不了了，无一幸免，都被砸死在乾清宫里了。这宫殿都塌了，把这人都闷里边了。那么殿里边的被砸死，殿外的也跑不了。当时紫禁城呢，正在对宫殿外部进行修缮，其中大概有2000多名工匠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呢。一声巨响之后这些工匠就被震落到地上。那说胳膊腿断了那是轻的，有的大头朝下，直接头骨爆裂就死了。那么最可怜的呢，得说是皇上他儿子。当时的皇太子朱慈炯呢，还不满周岁，虽然没被砸死呢，却因为爆炸受到惊吓，第2天就被夭折了，就一生日不到就死了。那除此之外呢，当朝大臣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这个当朝御史叫何谦书、潘云逸这2位在爆炸当中遇难了。工部尚书就说白了，现在的这个水利部部长董可威双臂折断了。御史王爷浩呢没什么损伤，但是给震晕了。劫后余生他是心有余悸，都有点神经了。他绘声绘色的跟皇帝说起这段恐怖经历。他说：“皇上当时我正在衙门里办公，突然一声震响，顷刻之间天崩地裂，火光四射。这房梁瓦片窗户就跟落叶一样往下飘我当时就被震晕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被救出去。后来我让人搀扶着进了这个院里的天井，一看这也不安全呢，赶紧骑马出了衙门。我一看街上妇女儿童这哭的哭，喊的喊呐，马路上死尸成堆。那皇宫仪仗队里边有那个天竺那边供过来的大象，受到这个受惊了，
这大象呢从象房里跑出来，满街乱窜，那么大的庞然大物践踏百姓，也造成死伤无数。我是赶紧快马加鞭回到朝房，这才躲过一劫。到现在为止我都吓得惊魂未定，一闭眼就这个，我这人都神经了。就说当朝大臣呢，像他这样经历的不少，就在这次爆炸当中给吓坏了。那么我们从这些大臣留下来的话和记载当中可以得知，当时确实死伤惨重。那死伤的具体状况呢，明朝大臣杨涟在所著的《碧血录》里有一段生动的描绘。他说呀，前门外有家棺材店，就是鲜鱼口打磨厂那一带有家棺材店，这家棺材店呢买卖很大。在这个受灾后的第二天呢，有人去买14口棺材，正商量着怎么卖时候呢，转眼间又来人说要买52口，这俩人加一块儿就66口棺材了。这店老板很为难，说我店里没这么多。完来的人说那么的吧，你把店里棺材不论大小你都拿出来，完了我们哥俩商量，你要多少我要多少。你就说光是一家就买52口棺材，你可见当时的伤亡得多惨重。后来这官方统计呢，这次爆炸呢造成2万多人死伤，1万多间房屋倒塌。说到这儿，这你可能觉得你刚才描述这情况，这不就普通的地震加爆炸吗？也说不上多离奇，你怎么说比通古斯爆炸还离奇呢？你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次爆炸里边发生的特别离奇的事儿。咱首先一个离奇的事儿是什么呢？死伤者呀，基本上都赤身裸体。你看，这是有证据的。明朝天启皇帝的司礼太监叫刘若愚，他是这次大爆炸的目击者之一。他写了一本书叫《民工史》，这书里边呢详尽记述了爆炸中发生的离奇事件。他就说，凡是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为死者一节振翅其衣帽焉。意思是死的人呢大多是折胳膊断腿，而且不论男女都一丝不挂裸体，没死的人呢也被把衣服给扒下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伤者就证实这个说法了，说爆炸发生后这个伤者的帽子、衣裤、鞋袜一瞬间都不见了。他因为腿受伤了，躺在地上动不了，就看街上这些人都和他一样赤身裸体，男的好说，女的害臊女的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裹脚布缠在胸前，有的披了半条褥子，有的呢披了一副被单。一会儿功夫在他身边过去好几十人，这些人呢都赤身裸体，当然逃命的时候也顾不得害臊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说有个当朝御史何廷枢在爆炸中遇难了。当时他正要出门拜客，没想到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就塌了，全家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何廷枢的手下赶到之后呢，站在瓦砾上大喊，底下有人吗？这时候有人回应，救我救我。这是何廷枢的小妾，人称小二姐，手下赶紧把她刨出来。结果她呢身无寸缕，以手遮阴，羞赧无措，就浑身上下一个布丝都没有，搁手遮着下身还臊的不得了。这时候一个手下赶忙拖着大褂给他盖上，扶他离开废墟。当时大街上呢还有很多有钱小姐太太坐的轿子。结果是发生个大爆炸之后，有人为救他们掀个轿子一看呢，人没事，在轿子里边赤身裸体的，这衣服都给弄没了。你看，就说死伤的人呢都没了衣服，一丝不挂，这个确实够离奇的。可是衣服没了事小，这人要没了事可就大了。当时明朝的官方报纸《底报》为这场大爆炸发布了一篇号外文章，叫《天变底钞》，其中呢就有爆炸发生后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么其中就说呢，当时在粤西会馆路口有个学馆，其中呢有32个学童。爆炸发生之后呢，教书的先生和学生一个没剩，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个新上任的宣抚总兵带着7个手下呢到别的官员家拜访，还没等到地方呢，爆炸就发生了。结果这一行7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没了踪影。这位总兵骑着一匹宝马呢也没了，不知哪去了。那刚才我说当时街上有很多小姐太太坐的轿子，有的轿子还在，这人没了衣服了，可是有的轿子还在，人都不见了。就打开轿子里边空空荡荡没有人了。当时的承恩寺街呢有8辆女轿子经过，
哎，结果爆炸发生之后呢，轿夫跟小姐全没了，就剩个轿子在那搁着。你看这够离奇吧？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这2点呢，这次爆炸呢还有一点特别离奇，那就是很多东西被瞬间就给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石驸马街上呢有一个重5000斤的石狮子，有2.5吨，爆炸后呢居然飞到了顺城门外。石驸马街就是现在北京的新文化街，顺城门呢是现在的西单北大街。大家想想啊，新文化街到西单北大街2个地方的直线距离呀超过1公里，这么沉东西能飞1公里远，你怎么解释？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的密云地区，就北京北边，凭空飞了10几棵大树，大树根朝上叶朝下，显然呢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但是呢是被连根拔起的。要说最离奇的呢，那得属北京的西山和昌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死伤的人呢都一丝不挂，衣服哪儿去了？当时有的人报告官府，说这些衣服都飘到北京的西山和昌平去了。户部的官员接到汇报之后呢，去昌平、西山实地查验，发现当地树上挂满了衣服，除了衣服还有鞋袜，还有首饰，还有器皿散落一地。户部官员把这个事儿呢写成奏折向皇帝汇报，皇帝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吃一惊。怎么把这些衣服扒下来，能把衣服送那么远，送到西山，送到昌平去了，这多远？你看说这么多事儿，是不是这次爆炸很离奇？有人可能不相信，说这不是后人附会编的吗？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这个明熹宗实录啊，这个国诀呀、着中志啊，北京的地方志著作呀、地经景物略呀等等等等都有记载。尤其是明朝的官方报纸底报记录的最详细。就你要说一本书记录，这是瞎编的，那么多资料从不同的角度都记录这次大爆炸，这可以说是有文字有真相。那么说了这么多呢，究竟这次大爆炸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单纯的爆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怪的现象呢？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科学界跟史学界没有对这起爆炸的原因做出定论。虽然没做出定论呢，但也不耽误我们对这个事儿进行探讨。现在关于大爆炸的成因呢，有那么4种说法，每种说法都难以解释全部现象，但是呢，每种说法呢都解释了一部分现象。为什么这么离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地震。说从地震的史料看呢，1620年以后，北京地区的地震频率激增。从这个1600年呢到1637年，北京周围地区4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71次。所以大明王朝在那个时候灭亡，可以说不光是人祸，也有天灾。北京城又是地震又是鼠疫的，把明末这个明朝朝廷给折腾够呛。所以清军入关呢，加里的城造反，大明已经没有力量再往黄兰峪击倒，赴大山之将倾。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这个地处北京东北的密云县发生地震的时间呢，正好和爆炸的时间吻合。而且在北京城内呢，也出现了地震发生前的先兆。你比方说奇特的云彩啊，有火光啊，有荧光啊，有一些奇特的响声啊，这些奇异现象出现。那么根据底报里边那篇文章《天变底钞》里记载，就天启6年的4月27，爆炸不是5月初6发生的吗？就爆炸前的前8天，北京东北方的天空上呢出现了旗帜型的云朵，有的呢就像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似的，先是白色，后来变成红紫色。5月初3呢，爆炸的前3天，北京城东北方天空出现长条状的暗红色云彩，爆炸前第2天出现了暗黑色的云彩。你看，这都是很奇异的云彩。除此之外呢，这文中还记录爆炸前4天，有人看到前门角楼上有火光，有好几个青色的萤火滚来滚去，最后合并到一块儿，那个火球呢有车轮那么大。那么明史呢，正史里边也记录了这一段。另外明史还记载说呢，爆炸前4小时，天安门守门的侍卫突然听到演奏乐器的声音，而且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挺奇怪。这侍卫就去找，发现这声音呢来自天安门的火神庙。这侍卫就想推开店门看看这里边谁奏乐呢，
就看有一个红色火球从店里边滚出，然后腾空而上。那么这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大爆炸发生前夕北京确实发生了一场地震，只不过因为爆炸威力太大，所以人们对相对微弱的震感呢没怎么留意。那是不是这地震导致爆炸呢？这很难说。就虽然地震呢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你对蘑菇状的烟云，不论男女尽皆裸体，5000斤大狮子飞到其他地方1公里开外，人马凭空消失，这些现象地震是解释不了的。所以地震说呢只能是一种说法，很多人不承认这事。第二种说法呢是陨石说，就说呀陨石撞到地球上了。那么陨石呢是地球以外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流星，很多人见过流星，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呢美丽又浪漫，所以流星一划过，大伙都许愿，所以美梦就得以实现。这当然呢这是老百姓赋予给他的美好的意义。那真正的流星坠落可没那么美丽。这个陨石冲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它前方空气会因为受到强压和摩擦导致温度上升，达到几千度甚至上万度。那高温呢使陨石表面的物质融化和气化，并且跟大气分子撞击的时候发光发热，形成火花火球。那么火花火球爆裂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听到霹雷声雷鸣声、爆炸声。这个跟史料中记载的天空中出现火球随后出现爆炸这个情况基本是吻合的。另外呢，这陨石跟地面撞击的时候呢，会发出巨大的震动和响声，而且伴随着无数的小石块飞溅。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天降石块和铁屑这现象，因为陨石的主要成分就是铁。但尽管如此呢，依然不能下定论，因为它跟地震一样，有太多的现象它也解释不了。那么第三种说法呢，说呀这是龙卷风。龙卷风呢具有突发性和毁灭性特点，突然爆发的瞬间呢也会伴有跟地震相似的轰鸣声，导致跟霹雷一样，大伙感到都害怕。那么巨大的风团呢它顶天立地，这个就跟目击者眼中高耸的蘑菇云很相似，说有个蘑菇云在北京上空，那龙卷风卷起来之后，你看那整个风的形状确实挺像蘑菇云。那么因为风力大，所以才有可能把5000斤的大石狮子啪从这儿卷到城外，卷到1公里开外，也有可能呢把死伤者的衣服卷走。这就可以解释那些衣服鞋袜首饰器皿呢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北京城区很远的西山和昌平。还有那些消失的人和马，那极有可能被龙卷风给卷走了，那就不知道卷哪去了。那么龙卷风可以解释诸多的现象，但是还不能下定论，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现象它解释不了。你比方说这龙卷风把人卷走正常，要说光把人脑袋卷走身子还留那儿，没听说过。而且把人的胳膊腿给刮断了飞到空中不知吹多远，这个以前也没听说过。你龙卷风再大，整个人都卷走了，它不会把你脑袋胳膊单给撕下来卷跑了，这个可能性没有。再比如说天上滚动的火球和巨大的爆炸，这在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从来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龙卷风呢也是解释了 A 解释不了 B， 地震的陨石解释了 B 解释不了 A。 那么最后一种说法是什么呢？火药焚爆说这是由于火药焚烧造成的爆炸。这个呢历史上有点根据，就说爆炸发生之后呢，朝廷马上派人调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那经过排查后发现呢，位于北京西南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有2个10几丈深的大坑。有人就确定说这么大的坑，这么深的坑，不是爆炸根本形成不了，所以有人就确认爆炸的中心就是王工厂的火药库。那明朝的火药库呢确实发生过很多次爆炸，史书记载呢万历21年、万历33年、崇祯2年、3年、7年都发生过。那么崇祯11年的4月、6月、8月更是连续发生了3次爆炸，弄得很多北京城里头迷信的人说大明江山要完了，这么频繁的爆炸，当时连西直门城墙都给炸塌了。那么好端端的火药厂为什么会炸呢？咱就拿万历33年火药厂爆炸为例，事故的原因呢是由于年头久了，火药受潮结成块了，然后有个工作人员呢想用斧子把火药劈碎，结果这一摩擦出火星了，把炸药点燃了。所以那次爆炸以后就有人说王工厂不戒自焚，
致都城之扰。意思说王工厂的火药库啊监管不严，等于炸药呢导致了爆炸，造成整个都城的困扰，就是你管理的问题。那么王工厂火药库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王工厂确实是个巨大的火药库。根据史料记载呢，王工厂火药库啊日产火药大概是2吨，日常储备量呢在1000吨以上。那这么多火药一旦发生焚烧爆炸，那就可以在瞬间形成了高温高压气流，并迅速向四周扩散。那四周凡是能挡住气流的基本都被它给推倒了。往上呢就可以把东西携带着飞上半空，向下冲的这股气流能够使地面形成深坑。那么尽管炸药的威力很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炸药还不足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天体大爆炸后果。为什么呢？根据史书记载的，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万到2万吨 TNT 炸药。那王工厂火药库最多时候也储存了1000吨的火药，它和2万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何况当时火药库生产的是黑火药，跟后来诺贝尔发明那个 TNT 炸药那个威力相差10万8千里。所以说单纯的火药爆炸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呢，王工厂火药库极有可能是爆炸的受害者，就别的地方发生爆炸，把他这个火药库给点燃了，所以他不是罪魁祸首，他也是受害者。那么罪魁祸首是谁呢？有人根据这个又解释了，说可能是地下的可燃气体。刚才咱们说了，爆炸过后呢，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出现2大坑。根据记载呢，这2个大坑当中不断有噼里啪啦的火光出现。有人就推测了，他为什么炸完了炸出坑来，这坑里还有火光出现呢？说里面可能有可燃气体泄漏，就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地表出现裂缝了，导致地下的沼气、天然气这些可燃气体泄露出来了。那么地表是怎么出现裂缝呢？那就不得不提到第一点所说的地震了。这么一来这几种说法能串一块了，就能形成个完整链条了。你看说当天由于地震呢，地表被震出个裂缝，蕴藏在地底下的沼气、天然气呢，随着裂缝就出来了，和空气混合呢，形成了一个可燃的气团。然后这气团随风飘到王工厂附近，遇到明火后发生爆炸，爆炸产生巨大蘑菇云，同时呢还产生了巨大热能，把王工厂的火药库给点燃了。这不就拴成串了吗？但是这个说法呢很有道理，但依然呢有些现象不能解释。你比方说飞到西山和昌平的衣服，飞到城外大石狮子，凭空消失的人或死伤者都赤身裸体，这些他解释不了。那爆炸是巨大冲击波呢，能够使衣服损坏，但是把人的衣服给脱下来了，人还没咋地儿，这个恐怕不可能。那么说这脱衣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科学研究者就提出一个高真空负压环境理论。怎么回事呢？他说在爆炸发生的极短瞬间内产生了高真空负压环境，处在这种条件下呢，人的肉体和衣服之间的空气会猛烈膨胀，这种膨胀会导致衣服鞋帽呢向各个方向尽可能的撑开甚至破裂，这些衣服就离开人体了。再加上当时正是5月末，是干旱炎热的天气，人就穿着单衣单裤，所以很容易被膨胀的气体撑开，它不像棉衣线衣贴身穿着。当然这些呢都是后人的推测，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爆炸的原因呢也没有定论。以上的4种说法也只能是仅供参考。那因为不能解释所有的离奇现象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人们开始转移方向，怀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其中有演绎成分。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多史料同时演绎，目的又会是什么呢？有人说最大可能如果说是所有的见到这些材料都在撒谎的话，那就一种可能，可能是政治因素。就中国古人认为天人合一，说人间的这个政治混乱会导致老天爷的不安，所以奸人当政的时候，一旦发生地震火灾，都能被代表正义一方大臣们演绎成天象示警，就老天爷在警告你。所以当时就有大臣说这次爆炸是由于奸臣贼子、阉党宦官横行霸道、腐败成风招致的天谴。还有大臣说这是上天警示皇帝，让他好好当皇帝，别宠信奸臣，别不务正业。当然
这些方向都指着当时的监党魏忠贤太监嘛。那么这些大臣上书呢，要求天启皇帝朱由校好好反省。所以灾后第3天，天启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把自己骂了一通。罪己诏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皇帝啊，在面对君臣错位啊、天灾啊、政权危难的时候啊，用来自省的诏书。说白了就是皇上的检讨书。除了做检讨呢，皇上还要亲自赶到太庙祭拜，要求所有的这个臣工啊都要穿朴素的衣服啊，尽心竭力的、虔诚的这个给皇上办事，痛加反省，以求王朝长治久安，把这些灾祸都躲开。那么尽管当时的天启皇帝下了罪己诏，但是这次爆炸啊，给大明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朝廷内部比较混乱，宦官横行，外边呢又有这个努尔哈赤带领的后金虎视眈眈，正是风雨交加的时候，结果来了这么场大爆炸，使得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啊雪上加霜。加上之后几年北京城又来一次鼠疫，这2次大灾难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明朝的衰亡。那么天启大爆炸呢，距今呢已经将近400年了。时至今日呢，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它的成因进行推测考证。除了前面咱们说那个4个原因啊，地震说、陨石说、龙卷风说等等等等，后期呢又出现了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暴动力说啊，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啊，这些都弄得很专业。更有甚者呢，认为是外星人入侵、UFO 降临等等。你听着挺科学，但每个观点呢都没有摆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让人没办法彻底信服。那么这个千古之谜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恐怕得咱们人类的科技再发展发展。好在现在呢，史书上那些史料呢，都在那白纸黑字的搁着。什么时候我们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再根据这些史料记载的东西往回推，也许这个北京城亘古未有的天启大爆炸的谜团就能够解开了。我们得说呢，这个隋末唐初这段时间呢，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英雄辈出的年代。那么这个有英雄啊，它相应的就得有狗熊。说隋唐里头大英雄多了去了，那狗熊都是谁呢？有个头号的大狗熊，叫什么？叫李建成。李建成很多朋友都知道，唐高祖李渊的大儿子，李世民行二，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哥。说这李建成是个什么人呢？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贪财好色，心狠手辣，有那么点聪明劲儿啊，都用来算计自己弟弟李世民身上了。什么下毒啊，有什么暗箭伤人呐，最后玄武门兵变，连射3箭，暗箭伤人，没射死李世民，李世民回头一箭把他弄死了。所以说李建成啊，头号的大狗熊，这人死有余辜。那么刚才我说这些呢，大体都是小说家言，或者说评书这么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建成是不是这样呢？绝对不是这样。吐血数声，毒害亲弟，居然是谎言。秽乱后宫，是谁制造出来的绯闻？安抚边疆，昔日太子其实很有才。血染玄武门，李世民究竟是自保还是篡位？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隋唐传说之被扭曲的李建成。正太盼盼食品。李建成很多朋友都知道，唐高祖李渊的大儿子，李世民行二，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哥。就说原来李渊呢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说后来这李建成怎么不行了呢？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把大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给杀了，这他才做了江山。那么李建成最后为什么死在自个儿弟弟李世民手里？其实这个很好玩。你想，玄武门兵变是李世民动手杀自己哥哥弟弟，可到最后你发现李世民成大好人了，他哥哥他弟弟成混蛋了。你就说这个历史有的时候很有趣儿。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看小说里怎么说。小说里说呀，这个李建成李元吉这哥俩不地道，干了件乱伦的事儿。什么事儿？和他爸爸的2个妃子好上了啊，一个张妃一个尹妃，其实就是跟他后妈好上了，这不乱伦吗？他父亲的妃子。说这事儿让李世民知道，
谁拜访婕妤娘娘？是太子殿下。太子。李世民说：“咱们家怎么能出这个事儿呢？说我直接告诉爹吧，再把爹给气死是吧？我直接动手吧，更不像话，岂能兄弟相残？骨肉不能窝里斗啊！”所以他想了个办法。有这么一天呢，他知道这个张隐二妃呀在后宫，李建成、袁吉哥俩就去了，正在那鬼混呢。这时候李世民去了，趴耳朵一听，哎呦，没法听了，怎么办呢？贴身有条玉带，他把它摘下来，挂在宫门口了，转身他走了。意思是警告你，出来一走大门一看，都认识啊，这是父王赐给我的玉带啊，这给老二的，给李世民的。一看，哟，他来过了，为啥挂玉带走了呢？东窗事发，他知道这事儿了。你看兄弟有知道这事儿的了，那你俩是不是得收敛？李世民是给足了哥哥弟弟面子，那毕竟李建成的太子，这个把柄落在他的手里，永远都是个祸害。不行，咱这个事儿他知道了，那咱不能饶他，咱害他的。所以这哥俩想了一条毒计，转回身来呢，跟张飞、尹飞两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一讲，这俩女子说行，就这么干。于是呢，这俩女子哭哭啼啼拿着贴身玉带找李渊去了。哎呀，老公啊，不好了！说怎么的？你儿子李世民太不是人了，进宫调戏我们二人，我们俩为你得保持贞洁，奋死反抗，最后把他贴身玉带给抢过来了，他跑了。这李渊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是自个儿子跟自个儿这后妃有这种事儿，勃然大怒。父皇，儿臣身为太子，有监国之责；作为大哥，有教训二弟之责。如果此事一旦传出去，大臣们会怎么想？天下人会怎么看？不问青红皂白，一看这有贴身玉带，人赃俱获，你还说什么？来，把李世民抓来，直接给弄到大牢里了。李世民喊冤也没用。那么幸亏呢，关到牢里头没半年，这个反王里头有位很厉害的人物刘黑闼起兵反唐。什么李建成、李元吉耐心去打仗都白扯，人打个稀里哗啦，屁滚尿流，最后没办法把这李世民从大牢里请出来，算你戴罪立功。结果李世民顺利的呢把刘黑闼打跑了，等于这篇算翻过去了。过去是过去了，李建成一想，这招没害了你，再想个办法了，干脆吧，请你喝酒。酒席宴前就在酒里下了毒了。这李世民喝完这酒呢，吐血吐了好几声，差点没死了。回到自己的这个府地上呢，一想这事完了，这我哥哥我弟弟要害我，怎么办？跟下边商量，这徐茂公啊、秦琼啊，他这手底下尉迟敬德呀，这些大将，说我不能跟我哥哥弟弟斗，让外人看笑话，干脆吧，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到外地就说给大唐守边疆去了。他下边这些人不干了，说这秦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吗？说秦王，你这样下去不是个头啊！这个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躲，他早晚他得对你动手。你这样一来二去，你不完了吗？你有这仁爱之心躲了，我们哥几个可不能干，忠心护主。于是乎，这些人闹闹吵吵的，架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把哥哥弟弟杀了。你听听小说写的多完美，这李世民多好！哎呦，我不忍心杀害我哥哥弟弟，我不能干这事，就给架着你去吧。那他没招，你看是你们把我给害的。哥，那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也不能说李世民小说里把它多美化。那么真实的历史上，对于张隐二妃和这个李建成、袁吉鬼混，以及建成设酒宴搁毒酒害李世民，历史上有没有这事儿呢？不是一点影没有。你看呢，咱们先把玄武门兵变的爆发前后说说。这是史书上记载呢，这个唐高祖李渊呢，年号武德。高祖李渊武德9年，这年的6月初3，李世民上奏折给自己爸爸李渊，说我哥哥太子建成跟弟弟袁吉与后宫张隐二妃鬼混，此事遂乱后宫，祸乱朝纲，实在丢人。世民，为父知道你们兄弟是水火不容，
但为父不允许你们任何一方不择手段，无中生有。父皇可以细查，儿臣若有半句不实，愿领死罪。李渊当时一听也是雷霆之怒，有这事吗？这也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走坏人，赶紧给我调查。于是呢，就第二天让这个太子建成和元吉经过玄武门来上朝，也就是说当面锣对面鼓，咱问问有这事没有。结果第二天就6月初4这天，建成元吉从玄武门经过上朝面见自己的父皇李渊，结果李世民在玄武门这埋伏去了，乱箭齐发，把李建成射死，把李元吉打死。我眨一下眼睛就不是大唐的太子，你的大哥！放箭！大哥，撤！就这个事儿，你看出来，我们先把这个他俩是不是跟张隐二妃私通这个事儿放一边，就甭管这事有还是没有。李世民设下这条计，决心要灭了自己哥和弟弟，这是一定的。这他早有打算，6月初3上奏折，6月初4皇上发令让他过来，他就在这埋伏好了。说为什么说他这是埋伏好了的呢？是一定他要置他俩于死地呢？因为其实啊，如果是这哥俩真跟自己父皇的后妃有私通，李世民不用这么下手，他爸爸就不能答应，因为这个事儿呢是直接危及到李家声誉、皇家尊严。你看，这是唐刚灭不久，这隋炀帝杨广说他这个弑父夺权礼不公，杀兄屠嫂伦理丧，妻娘戏位，纲常二字一边扔。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他爸爸有个后妃很漂亮，杨广就看上这自己个这后妈了，就进宫调戏去。这事传到杨坚耳朵里，雷霆之怒，说我这儿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废掉他。杨广一看，我别等你废我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他爸爸给杀了。来人！所以这种事在当时犯了大忌。这个事情如果真有，不用李世民动手，他爸爸李渊伸手就得把这俩儿子收拾了。所以你说这私通这事有没有呢？我看10之8九是李世民告黑状，诬陷他俩，而且诬陷这个张隐二妃都是和李世民有仇的。这个张妃呢，看上了一块地，都好地好田，李世民也看上一块，他俩就争这块地。这张飞没争过李世民，张飞还到李渊那哭闹，李渊曾经为这事找李世民，你这怎么还跟我的女人争地呢？你想要啥没有啊？这是俩人有这么个仇。你等这个尹妃呢，他爸爸也是当官的，李世民下边呢有个得力的谋士叫杜如晦，咱们翻个历史课本嘛，说盛唐时期叫房谋杜断，房玄龄、杜如晦两个宰相都是李世民身边贴身的谋士。这杜如晦呢，经过这个尹大人门口，他家丁呢看他不顺眼，把他打了一顿。我杜如晦在长安街上，还没人敢拦我的马。闪开！你不下马，我们把你拉下来，拉下来！你是文学馆的学士，秦王的谋士，秦王的人得下马，这是德妃定的规矩。打！说你这小官经过我大人门口，竟敢不下马，两家结了梁子。就是李世民说张隐二妃和哥哥弟弟私通，恰恰张隐二妃跟李世民有私仇，历史上恐怕没这么巧的事儿。房玄龄、杜如晦都是文人，怎么可能欺负和谩骂德妃家的人呢？难道说是德妃家欺负他们了？正是。李世民，朕没有责怪你也就罢了，你却得寸进尺，你要怎么样？你难道要朕废了德妃不成？所以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说这段历史时候都说，后宫那点事儿谁能说得清楚？你说不清楚。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呢，恐怕李世民是诬陷自己的哥和弟弟，知道吧？通过这个事儿让李渊发雷霆之怒，引二人上朝，好在玄武门这埋伏，置二人于死地。这是李世民下了一盘很大的棋，设了个圈套。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隋唐传说之被扭曲的李建成。
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有人说这事儿就算没有，那这个大唐武德7年的时候，李建成设宴，李世民喝完酒吐血数升，这可是在唐书里头黑纸白字写的。哎，这事儿咱得从头说，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这是史书上记载的，说这个李渊呢带着建成、元吉、李世民哥仨出去打猎。打猎的时候呢，这李建成啊就说：“世民啊，最近我得了一匹北湖宝马，能跳跃数丈深渊。世民要是有胆量，我愿献出宝马。”二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骑北湖宝马呀？不敢骑北湖宝马，怎能打败北湖骑兵呢？哈哈哈！好，兄弟说得好。你看我这有匹马不错，我驾这匹马的几丈宽的这个山涧，唰我就过去了。这马给你。李世民挺高兴，哥把马给他，骑着马，哎，骑着骑他觉得不对劲，说这马速度挺快，怎么总撂蹶子呢？这么难驯服呢？在马上几起几落，摔下3、4回，他琢磨不对呀，这还让我驾这马跳山涧呢？这马是未驯服好的野马呀！我哥给我这马什么意思？想起3国年间啊，这个马越、谭袭、刘备不是地鲁马房主吗？说这可能给我一匹马是害我呀，所以李世民就有个戒心。大哥，看来二哥这次真的是回不来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怪不得别人。大哥，哼，这马要杀我，可是我有天命，畜生怎么能杀得了我呢？说这是史书里记载的，有人说史书记载还能差了吗？你可别信那史书记载，写史书的是些什么人？写唐书的就是大唐年间的人，他敢把唐太宗李世民写的阴暗吗？再有喝酒这事儿，史书上记载呢，李世民回去吐血，第2天他爸爸李渊来看他，看的时候还责备了这个自己的大儿子李建成，说你弟弟酒量不大，你不能这么惯他，你看你把他喝成这样子。就这可能是很平常的一次宴席，李世民好酒贪杯，多喝2杯，喝的有点胃出血，不过如此而已。可是你在史书里头呢，由于李世民是正统，李建成玄武门兵变让皇上杀了，那对不起，脏水啊、乱七八糟的屎盆子都往你这边扣，所以都成了他过错了。那么说这哥俩的矛盾从什么来呢？咱们得说怨他爸爸，这和李渊有直接关系。当年朕答应过世民，只要他拿下长安，朕就立他为太子，朕欠他的。那皇上就不觉得欠建成？太子没有犯错，皇上废了他，不但伤国体，也是损国运呐。朕已经决定了。因为呢，这李建成呢说他是带兵打仗，《隋唐演义》里一说打仗，李建成出去打必是败仗，让人打稀里哗啦，完李世民上阵就胜仗。历史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李建成啊，文武韬略不错的，他作为李渊的长子呢，当初从山西起兵，后来兵进长安，整个这一趟序列，李建成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刘回他，尔等何故兴兵犯我边界？如今速速退去，万事皆休。倘若不听，悔之晚矣。哼，将军，速与我前来。驾！驾！那为什么后来说他不打仗呢？他当了太子，主要得是辅佐他爸爸管理朝政，就开始搞政务，由军事转向政务，这很自然就脱离了部队了。而且呢，李世民咱们得承认，军事才能确实在他哥哥之上。那东挡西杀，李世民立的功是最大的，被封为秦王。尤其是这个武德4年的时候呢，当时把最后2路反王灭掉，窦建德和王世充。就李世民立了这个大功之后呢，李渊说怎么赏赐他？没啥可赏的。为啥？李世民当时位极人臣，已经到顶了。就他是秦王，封王，而且除了太子以外呢，他是皇子里岁数最大的，那是亲王之首。同时呢，李世民又是呢所有宰相里头管朝政的，他排老大，那是宰相之首。他同时又管其他的财务，这个那个之类，又是3公之首。
就他各方面都是顶尖的。事实上，就文武百官里头呢，李世民就老大。这个时候没啥可赏赐他的了。这李渊呢，想个办法，那也得赏，给他另设个衔叫天策上将，赏他这么个衔。这个衔厉害在哪儿呢？他本来是文武百官之首了，因为他这兵列司马、司空、司徒嘛，三公嘛，他上边不设太尉，太尉是空的，那么他武官他是老大了，文官他也是老大，宰相他最大，亲王他也是老大。这时候天策上将干嘛？准许他自己呢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这部门呢你可以随便任命官，你给官就行了。事实上是个小朝廷。你想这给李世民多大的权力？就是满朝看去，除了皇上，李世民权力最大。在地位上呢，太子建成在他上面，因为这是皇储，将来李渊死了是李建成继位。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了李世民这么大权力，这时候可出问题了。为啥呢？心理学有个规律，这规律表述的很有意思，叫别把鱼放在猫能看见的地方。这个天底下猫没有不吃腥的，你把这鱼搁起来没事，放冰箱里猫打不开冰箱门。可是你把这鱼放窗台上，那对不起，那猫噌就上去就吃了。就是你知道这个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要相残，那你一定要让他们的权力不均衡。你定谁为太子，要扶植太子的权力，让那些皇子跟他没法争，这天下才能稳定。结果李渊怎么干呢？这边立建成为太子，那头给李世民那么大的权力。李世民一看，我能耐还大，我权力还大，啪！凭什么我哥哥是太子？应该是我呀！所以这个时候，太子位就如同那鱼放在李世民这个猫前面了，他岂能不垂涎三尺？所以这个时候，李世民想当然认为皇位该是我的，我得从我哥哥那儿弄下来。所以后边的事儿发生，那就不足为奇了。李世民就得琢磨，我怎么把我哥哥弄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玄武门兵变，那都是人之常情。当然了，把哥哥弟弟弄死了，再让史官把自己美化美化，掩饰一下。但是问题就是，甭管怎么说，你李世民带仁义道德呀，你哥哥你弟弟是你杀的，就是你如何花言巧语粉饰太平，那这个罪过你是掩饰不了。当然咱们必须得承认，李世民是个好皇帝，这个文韬武略样样都行，没有他大唐没有这么好的天下，没有贞观之治，乃至后来的开元盛世。所以这个作为皇帝的才能和对天下百姓的仁爱之心，那李世民肯定说得出，算得上个好皇帝。而且他统治下的大唐呢，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盛世之一，这你不能抹杀的。但是在权力斗争过程当中的残忍和血腥这方面，李世民也是翘楚啊，也了不得呀。他犯下这些罪孽，那也不是史书美化两句就能轻易掩盖得了的。所以咱今天看呢，这史书就那么回事，谁写历史谁就真理。有的人拿本史书跟你硬犟，历史上记载，你听那个去，那都没准啊。几百年几千年前事你看见了，你能拿那玩意儿当真吗？所以对大唐历史这段，无论李世民是个多么有丰功伟绩的皇帝，不能掩盖他兄弟相残的血腥和他残忍的权力欲望。在中国历史上啊，皇帝称为九五之尊，所有人当中权力最大的。那这个位置呢，他必然引起很多人的觊觎，希望自己能够位极九五，成为皇帝。那么最有资格竞争皇权的呢，往往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最高层，就是皇族这个系统。咱们今天就要讲这个事儿，就是历史上一次皇族内部争夺权位，造成全国先后长达15年左右的兵变。当然直接夺权用了3年时间，那就是大明第3任皇帝明成祖朱棣，他从自己的侄子明建文帝朱允炆手里边夺皇位，打的是全国战争。那么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咱们大家都知道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呢子孙众多，他登基坐殿之后呢，先后呢把自己25个儿子和1个孙子封为王。后来呢，他有了他太子朱标，但是这个朱标是个短命鬼。在洪武大概坐位30年左右的时候，
太子朱标就死了。他这一死呢，朱元璋没有按照惯例把这皇位呢再选一个太子在下一辈里，反而隔着辈儿呢就把自个儿的孙子朱允炆选为皇帝，就等于朱允炆以孙子的这个辈分却当了太子。朕开国30年以来，天下一统，四海归心，为使大明万世昌盛，国脉永续，朕特此昭示中外。皇太孙允文，人民孝友，天下归心，一登大位，现立为大明储君。即日起，各皇子藩王、各文武臣工及天下子民，应谨守君臣之道，敬奉太孙如朕功，同心辅佑，以服无民。钦此。儿臣所以这个事情呢，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就包括雄心勃勃、极有能力的朱元璋的4儿子朱棣。但他继位了，后来叫明成祖。他本来被封为燕王，燕王朱棣。封地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个时候不是元朝被推翻了吗？北京叫大都嘛，把这一片的地方封给了这个燕王朱棣。这个燕王朱棣呢，他被封这个地方不是啥好地方。你现在咱们说北京首善之区啊，这个全国的资源都冲这儿来，当时不行，把蒙古打走了呢，这块就跟一片废墟一样。封这个燕王朱棣到这个地方不是对他好，朱元璋不怎么待见他，才给他封这儿了。民间传言，朱棣的生母起初是元顺帝后院的一个宫女，被朱元璋收下后6个月就生了朱棣。也就是说，朱棣不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按照当时的律法，做出这种事儿应当受极刑。不过多亏了马皇后仁慈，将朱棣收为养子。但即使是这样呢，其实按照正常道理来讲，朱棣是没有想法和理由要造反的。为什么？就即使是给你封到这个北平这个地方了，苦寒之地，可是后来朱棣在这经营的不错，听从军师姚广孝的建议，按照刘伯温的做的好的图纸，把北京城修成了3头8背哪吒城。咱们现在看北京城，里9外7皇城4啊，里边9门，外边7门，皇城4门，按照3头8背哪吒形修的。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一点元大都的事都没有，你见到的北京的基本建筑4、9成都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所以他把这块呢已经建设不错了。再一个，再怎么着我是皇子，权力地位也都有，那他为什么最后造反了呢？这里头的原因呢其实是挺复杂的，咱们细致总结起来，他这造反是给逼的。实际上他侄子就当时的明朝第2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给逼的。怎么给逼的呢？这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咱们都知道这个朱元璋啊，封着25儿子1个孙子啊为王，这过去叫藩王。藩王手里头呢都掌握一定的权力和地盘。这个朱允炆登基以后呢，他琢磨说，你看我这天下我是皇帝，都听我的，可是我上面这些叔叔啊各管一块地，这要哪个人有异心了，他又有地又有兵，他造反怎么办？所以他当时想到的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直接手段，削藩，就先去削其他藩，然后再对付朱棣。但是这招有个最大的失策，就本来朱棣那边第一个没想造反，一看你要动手削藩，坏，早晚轮到我头上，轮到我头上，我能耐还大，这侄子对我不放心，那么早晚得加害于我。因为大明天子有屠杀功臣的传统，开国时候咱们听过明英烈的朋友都知道，朱元璋杀多少人呢？徐达、常遇春、汤和、邓玉这些人。放开我！干什么你们？老夫让皇上亲自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赐李文忠4星2钻。皇上，老臣为你尽忠了。风烛残年的朱元璋，为了让皇太孙朱允炆稳稳坐上龙椅，变得格外残忍多疑，决定杀掉与他一起创建大明王朝的所有元勋宿将，包括刘伯温都连夜跑了。就大明这些开国功臣让朱元璋杀了不少，所以这朱棣一看
早晚得收拾到我。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了反心，有了反心，你得准备啊。哎，正好你先收拾那些藩王，从周王开始到代王啊、齐王、闵王、襄王，收拾这些人，我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了。所以这是朱棣为什么要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你逼到我头上了。第二个呢，朱棣造反还有一个原因，他能耐大。这个能耐越大的人呢，越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受别人摆布，他要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说朱棣能耐大到哪儿呢？环顾当时所有的皇族，找不出第二个像朱棣这么有才干的，尤其是有军事才干的。为什么呢？当建文帝朱允炆打小在皇宫里边接受45经儒家文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朱棣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他干嘛呢？行军打仗。他11岁被封为燕王，就来到苦寒之地。这个地方很敏感在哪儿呢？你把这个元朝蒙古赶走，北方围绕长城一带正是漠外蒙古跟大明接壤之处，双方战事不断，总打仗。他在这种场合下锻炼了战争才干。而且当时朱棣就觉得这个朱元璋有点看不上他，他也想自新自强，我努力，我要让父皇瞧得起我，所以他个人也很用功。后来有一次，这不元朝被打退到长城以外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叫北元。北元里头有一位行军打仗领兵的头叫南尔不花，这是蒙古名字，他官居太尉。我们知道太尉是啥？其实就是军队总司令，他高俅高太尉嘛，那么当时是带着北宋的军队的最高将领。这个太尉南尔不花在漠北一带集结，昆帖木尔可汗率20万大军犯边，谁能够挂帅出征抵御，然后击败入侵之敌，保我大明边境安宁呢？父皇，昆帖木尔可汗犯边，这乃是北平的军务，儿臣奏请立即返回北平，亲率兵马击退来犯之敌。好啊，那你要朕再给你多少兵马？父皇，儿臣不要朝廷的一兵一卒，儿臣用属下17护卫兵马，便可一举击退敌军。这个时候朱元璋就让朱棣，你当元帅，你带兵，你给我北出长城，把南尔不花给我歼灭了，他是个隐患。在这场战役当中，朱棣体现了谁也没有的令人可怕的感觉到的这种本事。什么本事呢？他带兵呢，事先没有着急出兵，他派探子打探了几个月，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哪儿水草丰美就挪哪儿去，没有固定地了，所以必须得根据我们蒙古草场的变化来推测南尔不花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走到哪儿来。所以他打发属下用了3个月时间摸清这个事儿，然后秘密的行军奔北方去，就准备打一个突袭。眼看离这个蒙古大营呢不远的地方，天降大雪，这部队觉得很沮丧，因为在雪中行军难度太大了，也不容易这个显得那么蹑足潜踪，能把踪迹给抹平了。所以这些士兵一片哀叹，怎么办？你这大雪天咱遭这个罪，都建议什么呢？暂时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进军。这时候朱棣说绝对不行，下大雪太好的时候，为啥？一下大雪天一冷，蒙古大营也松懈，也感觉没有人会赶这天来攻击我们，也不用派探子四处打探去了，在大营里边吃烤全羊喝酒吧，他们就会战略上麻痹不出来了。正是我们行军的好时候，他绝想不到咱们这3更半夜的能嘁哩咔嚓顶着大雪天就杀上，所以朱棣给我连夜赶路，越是天不好咱越往前打。喂，兵军来了，朱棣来了，快点上马，列队迎敌。所以这时候朱棣是深得兵法3位，一下子就如同神兵天降来到南尔不花大营外。蒙古兵傻了，啥准备都没有啊！突然间这大明军队就来了，蒙古营就乱套了。照理说这个时候是啥？进攻最好的时机，我趁你立足未稳，你啥都没准备，我打你不弄死你了直接。非常奇怪的朱棣说停，安营扎寨不打，你就省点事投降，我保你荣华富贵。我大明乃礼仪之邦，一向与邻为善，
只要你愿意归顺，大明愿与你和你的部落永结友好。我身边的勇士，他们会和我血战到底，因为我们是草原的骄傲。我佩服你的勇气，也佩服你身边这些将士们。听着，我不仅不想杀你，还要上奏父皇，给予你家园和牧场。从今往后，北平500里以外，你们可以安心放牧；800里之外，你可以带领你的部落重建家园。朱棣心里有数，这么短时间内他敢说不降再打，他一样没啥准备，不是那么短时间的兵马粮草都能上来的。再一个，他奔的是什么呢？攻心战。哪儿不花你再顽固，我突然来了，你心就乱了，一乱了，你心里就不那么稳定了。再一看，我们用这种方法诱使你，很可能他就投降。他一投降，咱不费一兵一卒啊，整个的这个军费都省了，这多好啊！所以果然哪儿不花，在这种局面下一看，摸一道算了，保我命吧，投降了。万能的神明在上，阿里不花在此盟誓，愿与大明永结同好，决意归顺。如违此事，铁诛地灭。大诏一言为定，绝不反悔。燕王殿下如此宽宏大量，允许我部落在塞外草原安居，足见大明朝还有殿下您对我不怀戒心。所以朱棣兵不血刃把这场战役拿下来，打的是非常漂亮。为什么我说他这种战法呢，让人感到可怕的？你就说从这事儿看出朱棣这个人个人控制力多强，判断局势的清晰感知，而且之前经过长期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在关键时候敢于决策，迅速行军，不辞劳苦。等真胜利成果，肥肉就在嘴边的时候，我不吃，我能忍住，我不想吃这块肥肉，这头猪都是我的，我着急吃什么一块肉？所以朱棣这个过程高明。老梁故事会为您揭秘燕王朱棣篡位之谜。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所以这个人能耐这么大，你想想，自个儿侄子当皇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当皇帝也就罢了，还在叔叔头上动土，要动我能干吗？你来削藩，对不起，我得造反。造反可是造反，谈何容易？你得准备啊！这一准备有动静了，不就泄露天机了吗？10几万兵马，人吃马喂啊！所以他想个办法，不管是打造兵器什么的，秘密进行。在自己王府里，他挖了一个大地下室，在这里边当铁匠炉打造兵刃。这是打铁的那个叮当，这有响动。哎，他在王府外呢立了10几个养鸡场。这鸡你知道，白天晚上咯咯哒，呱呱呱，天天叫唤，里头多大动静，外头以为鸡叫唤，遮人耳目。不光这样，他还采用了一些非常方式，装疯卖傻，麻痹对手。咱都知道宋江在这个江州浔阳楼头提反诗，被黄文炳给告了，有人给他出主意，你赶紧装疯吧。宋江就是装疯卖傻的，说这就不抓他了，麻痹对手。这个时候朱棣也用这个办法，他用什么招呢？装疯。我是东海龙王，我要见玉皇大帝。我是太上老君，我要见玉皇大帝。就这么着，装疯卖傻，这信儿能瞒着吗？老百姓说咱这不燕王疯了。有探子报给朱允炆，朱允炆一听，真的假的？我这四叔可不一般人啊，派手底下人，你们呢给我打探打探。什么呢？平常这个朝廷啊，跟藩王之间有书信往来嘛，都互相之间上级下级有信使啊，派2个人过去，就说给你送这财务报表啊，什么水利工程指示这些东西。然后这2位就得在北平长期待着，他待着就问怎么回事，一打听说真疯，说那咱也不能全信，咱搞突然袭击，上这个燕王府里看看。王爷别装瞎了，大家都是明白，何必作践自己呢？啊！爱妃，这是最后一点肉了。爱妃啊，
鲜美啊！哎，尝啊！快，二位大人，先让一让吧，殿下不能再受刺激了。这俩人一看他是真疯，赶紧回报给建文帝。建文帝放心了，没事了。当然，这招没使多长时间。紧跟着呢，朱棣手底下有个叛徒，把这事就告诉了南京，跟建文帝说他是假的，他装的。建文帝一看，这得动手了。你这要动手，人家那边也知道这叛徒跑了吗？赶紧厉兵秣马，开始起义。朱棣素来信守君臣之道，替大明镇守千里北疆，忠心耿耿，天地可见。可如今却被你们逼得人不是人，鬼不像鬼。好啊，今天你们逼上门来了，想干什么？是想让我像周王那样俯首就擒，还是像襄王那样合家自焚？王爷息怒，王爷息怒，一切都好商量。就这么着，战争就打起来了。打起来的时候呢，讲军事准备上，朱棣没问题了。那战略战术上，朱棣就是干这个的。环顾整个大明，再无第二个人比朱棣在战争的时候表现更出色了。雄才大略，既是帅才又是将才，没问题了。可是他们缺了一条东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为啥要造反呢？大明一统天下，把蒙古鞑子逐走了，汉族人都拥护大明，恢复正统了吗？那么你这个皇上在那儿呢，你个藩王为什么要造反呢？咱们看这个造反的理由啊，它不是个充分条件，却是个必要条件。你没这理由不行。这个时候说咱想什么理由呢？有劳大师替我拟一道举兵檄文，以便直达朝廷，明示天下。这篇檄文在平生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了。此次燕王举兵是遵照先皇的祖训所示，并非谋反，而是奉天靖难。对，本王就是要奉天靖难。明大义者生，为天理者亡。本王受封以来，为之循公守法，为国保疆。今幼主嗣位，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习太方孝孺等奸人，蛊惑朝野，倒行逆施，恢复井田之治，杀戮皇家狗民，乱祖宗成法，辱先皇遗愿，奸佞不除，江山不保。太祖高皇帝祖训有云：朝鲁政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行军策。现本王奉先皇遗命，除奸佞，清君侧，安社稷，护大明，还我朗朗乾坤。朝中有奸恶，内有奸臣，在皇帝旁边。那么呢，诸位藩王应当训兵以待，进京勤王，清君侧，消灭这些奸臣。他留这么一条，这给朱棣起兵理由。这一出兵，你想想，朱允炆啊，一个儒生，在屋里读书的人，跟自己一个金戈铁马生活经历过来的叔叔干仗，他不行。皇上就坐在这丹壁之上，他若胆敢弑君，更会招致天下公愤。皇上不要灰心，志存高远，才能知弱自强啊！一切原本不过都是一场空。所以从公元1399年到1402年3年时间，朱棣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把大明天下就拿下来。后来又前后经过15年时间，把整个原来明朝的版图完全纳入到明成祖的范畴之内。公元1402年6月17日，朱棣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取天下子民永享欢乐之意。所以这是明成祖燕王朱棣为什么造反，为什么最后又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里边就体现了一个历史哲学，就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只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有实战经验的人才能走到最后。朱允炆在后宫里天天四书五经读着，学问倒不少，也重用了一些读书人，可这些人治理国家有一套，
真正打天下、平息战乱，他没有这个能耐。而朱棣呢，血雨腥风经历过，所有残酷的事在他看都是很正常的事，最多是如履薄冰。所以他以这种方式打自己的侄子，那可以说是胜利在他手里是手拿把掐。所以这也是等于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那句话，一句真理，就是秀才遇着兵，他有理说不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先提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皇陵是什么？有的朋友张嘴就来金字塔吧，埃及的胡夫金字塔最大。那么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是哪儿呢？就是咱们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考古学界被称为的让兵马俑张嘴讲话。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考古发掘又有新发现。兵马俑坑惨遭破坏，究竟是自然还是人为纵火？传说中注满水银的墓室是否真的存在？老梁观世界，让兵马俑说话。与您一同探究地宫新谜团。这些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陶制塑像，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塑成，在深深的地下沉睡了将近22个世纪。但是当他们重新站立在阳光下的时候，似乎每一个都能立刻开口说话。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陵墓中出土的兵马俑。我想兵马俑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可以说作为中华古文明的象征啊，咱们这个从小孩到大人可能对这个都一点不陌生。那么这一次挖出来的很多那个时候的陶俑啊，又令我们现代人大开眼界。2012年6月9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公布了秦兵马俑1号坑第3次考古发掘的成果。此次发掘出土了陶俑、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各类文物共计310余件，陶俑编号120余件。另外还新发现了一批色彩艳丽的彩色陶俑。秦兵马俑的彩绘颜色种类繁多，其中紫色尤为珍贵和罕见。这次出土的陶俑身上就有这种神秘的中国紫。最令人惊奇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个眼珠为红色、瞳仁为黑色的彩绘兵马俑头。多次的挖掘让越来越多的兵马俑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么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少兵马俑？第一个发现兵马俑的人又是谁呢？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的几位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无意中挖出一个陶制武士头。他们的发现唤醒了一个沉睡了1000年的地下军团。1975年、1985年，考古人员分别展开了2次挖掘。经过考古人员的保护、修复和拼接，大量倒塌破损的陶俑最终整齐壮观地重现在人们面前。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00米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3处，呈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100辆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其中1号坑为右军，
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陶马约6000件。2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3个兵种混合组编的区阵，也是秦俑坑的精华所在。3号坑有50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整个军阵构成了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说兵马俑嘛，说是打仗那个兵，根据他们做的那个陶俑，这里能看出先秦时期排兵布阵都怎么回事，部队编制是怎么回事，打仗的行军过程是怎么回事。可这次挖掘不光是这兵俑，还发现了一个随军的马戏团、杂技团，也叫百戏俑坑。秦始皇用气势恢宏的兵马俑来守卫他的地下王国，同时也用百戏俑坑的陶俑来丰富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业余生活。百戏俑坑位于陵园东南方的内城之间，更靠近秦陵核心区，是一个面积600平方米的秦地宫陪葬坑。1999年6月首次发现，去年8月正式发掘。在这个俑坑中出土的陶俑，他们不穿铠甲，也不披战袍，上身赤裸，下身穿着类似裙装的衣服，形态各有不同，完全不同于以往发掘的以军事为主题的兵马俑。可以初步判断为它是一种为宫廷表演的这种陶俑的形象，所以，这一批人呢，当时或者古代我们统称为百戏，所以把这个陶俑以这种陶俑为主的这个陪葬坑定义为百戏俑坑。在此次发掘的百戏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尊身高超过2米、脚长54码的无头巨俑。研究人员推断，它可能处于表演团队的底部，起到承托作用。此外，百戏俑坑中还首次发现身体绘有精美图案的炮钉俑。专家初步推断，他们身份特殊，或许是宫廷表演团队中的核心人物。俑坑里还出土了一个青铜大鼎和空心青铜球，专家推断很可能是戏俑们表演用的道具。这一次挖掘出这陶俑呢，等于是丰富了以前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少的那些陶俑部类。而且这陶俑里边呢，大家一看呢，发现先秦时候人呢制陶这个水平非常高。你看一个烧泥土，然后制成这个陶彩，这个水平令我们今天好多人都赞叹不已。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观众朋友有疑问，说这些陶俑干嘛的？说这就秦始皇展示自个儿威风吗？倒有这个因素。你看咱们可以看一下电影那个《木乃伊3》，李连杰主演那个，那么就是把当初秦王那种威风，带兵打仗的威风再现了。我们看这个整个气势非常宏大的当初秦朝的士兵建制，一直到兵马俑这个整个的构成，你就知道当初秦帝国的威风有多大。那么有人说这个活着他要这个仪仗，死了之后要这排场，那么些陶俑干嘛呢？这个咱们就得给大家先讲的，这些陶俑的主要功能是干嘛的？主要功能是陪葬。就陪着秦始皇，那不死了吗？这生前伺候你，死后也得伺候你。可是那么多兵，你要活人陪葬的话，那得多少人呢？咱就制成兵俑，象征性的来陪葬。但是这个传统习俗是从哪儿来的呢？一开始都是个活人。你包括秦始皇这时候，虽然这些士兵做成了陶俑了，不是说用活的士兵来殉葬，但是秦始皇的后宫的妃子，只要是没生孩子的，都得来陪葬。
所以这是先秦以前呢这个时代啊，中国殉葬制度非常残忍的一面。你看秦穆公死的时候呢，大概活的陪葬，活人有177个人，这是有《史记》上明确记载的。那么到秦始皇这儿，有一点有进步，就是一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春秋战国往后走，人发现搁活人陪葬本身太残忍，再一个对当时的生产力会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人一点点发明搁木头人陪葬。等到皇帝这儿呢，搁木头陪葬那不像话，你说这木头过一阵它烂了，所以他改成呢陶俑。这个陶俑呢，经过一些大师的雕刻，它都是按照模特的来，然后呢雕好了烧好了，这东西很瓷实啊，跟着皇帝下葬。所以就说最开始有活人陪葬，然后一点点发展到呢代替活人的这种陶俑，出现兵马俑呢，这得算历史的进步。但是同时呢，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先秦时期啊行军打仗的一些活生生的史料，所以这是兵马俑最大的历史存在价值。那么在这一次考古的过程当中呢，还发现了有事儿，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开掘出来的呢180个秦始皇陵的墓坑里头，发现有12个坑被火烧过。那这地底下，因为秦皇陵啊离地底下多远，26米到37米之间，深着呢。说这么深的地方，这哪儿着的火呢？兵马俑坑为何惨遭破坏？是自然还是人为纵火？老梁观世界，让兵马俑说话，马上为您揭晓。有人说自然，说怎么自然？你看那里头有木头，烂了出沼气了，自个儿就烧了。可是后来发现这不对，要照理说它里头烧了吧，应该靠里边的陶俑着的厉害，靠通风口这边的陶俑呢，它烧的差点，应该是这样。可是打开这几个过火的墓道一看呢，越到通风口这儿烧的越厉害，里边有的没动静，没变化。所以有人说这个呀，人为的原因。有人说谁干的呢？说盗墓的吗？盗墓他闲的，他把墓开开不赶紧进里偷东西了，还有功夫放火，他没那功夫。所以这一次考证出来，秦皇陵地宫里着火，原来是人为因素，有纵火犯。那么是谁纵的火呢？大家一琢磨，十之八九是项羽，说他纵火。有人说这项羽闲的，烧这玩意儿干嘛呢？各位可能不清楚，项羽跟秦始皇他们家有仇。项氏家族在楚国世代为将，尤其是项羽的爷爷项燕战功卓著，深受爱戴。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李信挥师20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临危受命，统帅大军抗秦。他战略得当，勇猛顽强，最终将不可一世的秦军杀得大败而逃。公元前224年，秦军卷土重来，老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杀奔楚国，一代名将项燕死于乱军之中，楚国也在不久之后灭亡。秦始皇用武力征服了天下，但他从未收服民心。楚国灭亡仅仅14年之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他们假借项燕的名义，举起反秦的大旗，天下轰然响应。项燕的孙子项羽，勇猛无敌的西楚霸王，更是成为葬送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在巨鹿之战中，项羽破釜沉舟，率军摧毁了秦军主力，斩杀了秦军大将王离，而王离正是王翦的孙子。项羽终于替自己的爷爷项燕报仇雪恨。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项羽呢跟秦国有仇，所以他有烧秦始皇坟的这个动机。那么他是怎么烧的呢？楚怀王呢当时呢就跟手下人约定了，这不进攻秦国得打到咸阳，打到他都城去吗？这时候有刘邦，有项羽，这两位呢都归楚怀王管。楚怀王就定了个约盟，你们谁呀先打进咸阳，你就自立为王。结果呢，刘邦呢得韩信相助，一路之上兵不血刃，他运气也好，先打进咸阳。这事儿呢传到项羽那儿去了，项羽带兵也打过来，一看刘邦抢先了，他来气，
于是就在离现在秦始皇陵5公里的地方设个鸿门宴。鸿门宴这事儿大伙都知道，电影里我们也看了，把刘邦请回来了。刘邦、项羽2个人一见面，这刘邦是战战兢兢啊。属下刘邦，参见相王。为何叛我？邦岂敢相叛？先入咸阳者封秦王，是怀王之令。我辈征战多年，谁不想占个地方，图个安乐？既项王不同意，我愿完璧归赵，双手奉还。这就在这种情况下，等于刘邦屈服于项羽，项羽进了咸阳。进了咸阳，一开始呢，项羽呢也没打算烧。当时呢，刘邦出了个坏主意，他想了什么主意呢？项羽要在咸阳这站长了，就没他什么事了。想法得让项羽撤离咸阳，这个地方刘邦才有机会站。所以谋士张良、张子完给出个主意，编儿歌让小孩唱。唱什么呢？整个咸阳市里头孩子都在那唱，得了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在夜行。这歌词项羽一听，可也是这么事啊，因为项羽这人虚荣心也很强，霸王嘛，恨天无霸，恨地无管，能耐大，我得回老家显摆显摆去。就这么决定撤离。这一撤离，项羽动了念头，我得报复报复秦王，报复报复秦始皇，我得烧。杜牧《阿房宫赋》后边不写了吗？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楚人一句，就项羽啊，拿着火一把烧着了，王安宫烧了。这是地面上他烧了阿房宫了，地底下项羽也开始烧秦始皇陵。可是问题，这秦始皇陵不那么好烧，它的结构特别严谨，四边整个这墓穴筑的特别结实，而且里头有暗道什么的，里头还有弓弩之类的，你打开噼里啪啦箭就射出来。你想秦始皇一辈子杀那么多人，多少人憋着报仇，他能不琢磨把这个自己地宫修得好点吗？所以项羽就打开了一部分通道，往前走都费劲，这扔进火把烧吧，所以把墓道口那个兵俑烧坏了不少，而里头的安然无恙。所以这个就是项羽为什么要烧秦始皇陵，以及他是怎么烧的。所以咱们说这一次呢，这个科研考察呀，收获不小。但是收获不小是不小，这个地宫啊，现在咱们的开发连总数的1/10都不到，也就是说这下边不定埋藏着多少宝藏，埋藏着多少秘密。秦始皇陵的幽深地宫里究竟埋藏着多少谜团？传说中注满水银的墓室是否真的存在？老梁观世界，让兵马俑说话，正在播出。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从古今大战秦俑情到神话，电影里气势恢宏的场景令人过目难忘。秦陵地宫的形制和内部结构至今仍不明晰，它真的像电影里那样神奇壮观吗？对于秦陵，《史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激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那么，传说中注满水银的墓室是否真的存在呢？上世纪80年代，在对秦陵封土的中心区域进行勘测时，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1.2万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其汞元素的最高含量达到陵墓外其他地方的8倍。这些探测结果表明，《史记》中关于秦陵地宫设置大量水银的记载是可信的。然而，秦始皇以水银建造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单是要造出人间奇景，他还利用水银的防腐作用，让尸体和随葬品保持长久不糜烂。《史记》中描述秦陵地宫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中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先生曾推断，应当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线刻日月星象图，可能至今仍保存在地宫之中。近年来，在西安交大汉墓中就发现了类似于天文地理的壁画。
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象，下部则是代表山川地形的壁画。由此推断，秦陵地宫上部可能会有更为完整的28星宿图，下部则是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在这样设计精巧的地下王国里，秦始皇的灵魂照样可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统治着这里的一切。不过在深入发掘之前，秦陵地宫依旧布满谜团，从地宫的深度、门户、防盗装置，到秦始皇的棺椁遗体，奇珍异宝，千古之谜，吸引着无数专家学者和平民百姓。你就单说秦始皇，他棺材那块什么样咱都不知道，咱只是猜，说他不可能是铜棺石棺，得木头的，得什么呢？叫黄肠题凑。什么叫黄肠题凑呢？黄肠就是柏木啊，扒了皮儿，里边那不黄的吗？弄成一个个大的木方，这木方一个平铺叠着，不用榫卯都垒起来。你注意啊，不是这么垒，这样垒。就你要从这个墓室里头看呢，四外边看的都是这个一方一方的端头，就堵头那块，这叫题凑嘛。黄肠题凑就指着柏木堆的这样的木石，这木石特别严实，而且里头也利于这个东西防腐保鲜。当然这个造价极大，而且过去只有天子一级的你才能使柏木。你要如果下边士大夫也想弄这黄肠题凑，建一个自己的墓室，那好，你得用松木和其他的木头，不能用柏木。所以说秦始皇呢，很有可能里头的墓室是这种黄肠题凑结构的，但咱们到现在也没有挖到那儿。而且说秦始皇尸骨什么样，那咱更不知道了，只是历史上故老相传，他在山东河北这一带巡游，结果半道由于癫痫病加脑膜炎，秦始皇就驾崩了，死了他得运回咸阳啊。这一道过去得走了多迈，也没高速路什么的，走了50天，没走2天呢，尸体发臭了。赵高他们几个商量怎么办呢？买2筐鱼吧，这鱼反正一烂也有腥味，把这尸臭味折吧，就这么运回咸阳。所以历史上秦始皇的尸首不可能是怎么全乎，估计运到咸阳也烂得剩骨头了，真是。所以这都是咱们猜测。我们想，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秦始皇地宫都打开了，你说这里边得见到多少东西，得有多少历史秘密一下子浮出水面？有人说那还不赶紧开挖，怎么一点点来呢？咱们现在技术不完全到位，怕真要见着天日以后好多东西毁坏了。另外一个，你挖这个秦始皇坟有可能造成周边地段的塌陷，这都是现在地方政府和一些考古专家研究过程当中要规避的东西。比如现在呢，有支持赶紧开掘秦始皇陵的，也有反对的，大家各有理由。可是我们在技术手段没到的情况下，只能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事儿。可是这个过程也令我们这些爱好者感到这个心痒难熬。为啥？你想想，地宫打开这么多事儿，历史史实都出来了。我们愿意说秦朝的时候当兵什么样，咱不知道有兵马俑以后改变了很多说法。你说这里头再把其他东西挖掘出来。最近呢，有人在长沙城东浏阳河畔的马王堆汉墓遗址那儿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在1号坑、2号坑这表面上发现呢，那什么植被还有一些灌木有被挖起来的痕迹，好多这土层都变薄了。这么一看，很多人纳闷，说1号坑、2号坑之前的文物都已经被开掘出来了，那难道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又引来了新的盗墓贼吗？长沙马王堆遭疯狂盗土，领土之说笼罩西汉大墓，寻常相爷的墓地为何竟成为千古传奇？探寻千年女尸的不腐之谜，细说琳琅满目的陪葬珍品。老梁观世界，揭开尘封1000年的神话，与您一同探究马王堆灵气还在。后来当地有关部门呢关注一下，才发现没有盗墓贼。那说没盗墓贼，他动这土干嘛呀？那必有所求都是周边的一些市民。怎么回事呢？周边的老百姓认为这马王堆1000年汉墓你说这地方风水还好，要不人家能把墓地搁这儿吗？所以这块很可能山川灵气聚集于此有日月之精华。所以不少老百姓呢就觉得马王堆这土灵气没散，就把这土挖回去干嘛呢？种花有时候养点别的
甚至有拿着土呢腌咸鸭蛋的，哎，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灵气的事。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那你周围老百姓都来，都动这土，结果就把那土层给变薄了，就一下变得很明显了，弄得这遗址有点不像样。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有年岁大的观众朋友还记着，咱们流行一种保健方法，喝凉水，说这喝凉水有益健康。结果在青岛崂山水库呢出事了，结果由于当地很多老百姓呢把崂山水库的水打成小瓶弄回去，直接喝凉水，生生把这个水库水位喝下去5厘米之多。一个大水库你测水位要下5厘米，那得多少水？所以这个东西架不住以讹传讹。同时呢，3号墓的墓坑还也弄出事了，不少老百姓说这地方灵啊，在里头许愿吧。怎么许愿呢？往里扔硬币，扔1毛钱，然后许愿。那这不都有笑话吗？说是这个2口子到这会儿来许愿来了，到坑边说扔个硬币许愿就灵。这男的在前面多扔点，扔1块钱，看看他老婆许个愿，转身走了。他老婆到这我也许个愿，扔个硬币，刚一扔劲儿使大了，吧唧连人都折沟里去了。他丈夫在后边一看，这么灵吗？就说这个地方坑底下你看着1块的什么5毛的，什么1分的什么的，还有1毛2毛那个纸票不少，就拿这个当许愿坑。所以这个现象呢，当地有关部门一看可得管了，一些文物部门呢，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呢都来人了，说这个地方不能弄得那么不像样。那么有的人就说，是不是这里头还有没有挖出来的东西？那么有的人就说，是不是这里头还有没有挖出来的东西呢？不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在自从70年代开掘到现在，已经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挖净了，有价值的东西都运走了。那说都运走了，为什么这块地方相关部门这么看重呢？各位别忘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是中国在20世纪考古学最重大的发现，而且在这里边挖出的东西，包括他当年的器物和一些书籍，可以说完整的丰富了中国汉文化那个时期那种盛景。说这地方为什么叫马王堆呢？当初这是2个小山包，哎，像马鞍子似的，叫马鞍堆，后来改成马王堆了。开始人以为这是5代十国时候的王爷的墓呢，到后来开凿才知道，这是西汉初年古代长沙国他的丞相叫代侯利昌，是个侯爷，名字叫利昌，是他的墓地。那么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哦，原来这闹了半天西汉初年还有长沙国，不就都统一了吗？怎么还有长沙国呢？哎，在这儿我得特别跟大伙说说，咱们有的人一翻看历史课本，你看从打这个奴隶制社会完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大伙知道封建是什么意思吗？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呢？我们这都知道，西周打败了商朝，然后呢周武王开始分封，把自己家种姓的弟子呢和一些有功之臣，我给你封到这片，允许你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后来的齐国。那一块郑国，这块晋国，这么分的，都是自个儿子弟，这个叫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春秋战国时候吧，本来这个周朝的国王是最大的，周王最大的，可是分了这么多国家，这国家人强大了，反而不拿这个周王当回事了，所以这才有春秋战国乱悠悠，春秋无义战，秦统一了。秦统一之后发现这个封土建国不科学，我封你是个国了，你不听我的，我还收拾不住你了。所以秦始皇说搞什么叫郡县制，用这种方式，然后呢一切呢权力归于中央，这叫中央集权的专制。集权集到哪儿呢？皇权最大。所以到了秦朝以后呢，原来的封建制就没有了，改成了皇权专制。到了西汉初年呢，部分的恢复了封建制。刘邦呢为了笼络天下豪杰，打了天下了得分封啊，所以他封了10个异姓王，就不姓刘的，哎，不跟他是一家的。其中长沙这儿呢出了位了不起的豪杰叫吴瑞，刘邦封他为长沙王，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长沙国。咱们今天说这个马王堆汉墓谁呢？就是这个长沙国下边的丞相，封他为代侯，这个人叫利昌，他的墓地。说当初挖的时候
很多人没想到，不是说主动知道这地方就挖，因为国内你想想有那么多皇陵王陵的，哪轮到这一个侯爷？咱都知道皇上往下王，完了公侯伯子男，你才是个2等爵位，也没人怎么注意。结果当时要在这个地方呢建地下医院，结果挖着挖着发现地下是空的，把这墓挖出来了，而且里头那气体出来呛人，有人还划火柴一点发蓝色的火苗，说这什么地方啊？1972年1月，马王堆发掘组正式对这座神秘的墓葬进行科学挖掘。挖掘过程中，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说，在白膏泥中挖出了绿色的树叶，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2000多年前的树叶，说一定是挖掘时掉下来的。后来，这100-200个双眼镜对中国回归之后，我们当时有那个锹啊，这么长的，一长的，这么好的白膏呢，一锹的藏在那个本基里头、筐里头。一插下去，打下来，那个树叶一半在那一边，一半插下来，后来打下来绿的。这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填土中陆续发现了翠绿的树枝和黄绿色的竹筐，他们预感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就这么的把它打开，先打在哪儿呢？1号墓，就我们说利昌他老婆辛追夫人的墓。结果这一打开，大家可大开眼界了，没想到外边不起眼，里边别有洞天。打开尘封千年的神话，它带给了我们哪些惊喜收获？神秘的辛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千古遗容能否再现于世？老梁观世界，马王堆灵气还在，正在播出。咱们说这个墓地啊叫棺椁，里头的装尸体为棺材，外头一层一层叫椁。它这椁多少层？4层，打开一层又一层，打开又一层，每层之间呢都有一些宝贝陪葬。到最后里边这层棺材打开，这个辛追夫人的遗体出现了，一看身上得有20多层，丝织品呢、麻织品呢、绸的什么都有，就基本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在上面的。你等再把这些打开，大伙儿以为这里头就骨头架子，死人吗？结果令大家大吃一惊。这个人辛追夫人，你看着他就跟刚死不久似的，皮肤都是黄的了，你用手往上一摁都有弹性，保存的非常完好。这就是咱们现在一直津津乐道的长沙马王堆千年女尸不腐之谜，不腐烂。有人说那口那呢搁白膏泥封着，不透气儿，氧气进不来。还有说底下呀还有些液体红色的，不知道什么成分，好像是弱酸的，弱酸不抑制细菌吗？没有细菌它就不烂呢。反正说什么都有。那你说这地方能这么形成，按同样方式封住的别的墓，那早都骨头都要烂没了，西汉时候的，这你怎么解释呢？所以只能说这是个偶然现象，到现在人类也没有解开它为什么尸体不腐烂。再一仔细看这具尸首，大家感到很惊喜，为2000多年留下这么具尸首，你琢磨琢磨它的生理解剖意义的价值得多大。找来一些解剖学家一解剖，发现这辛追夫人呢活着的时候身高1.54米，体重多少斤呢？140多斤，你琢磨琢磨，挺胖。再一解剖发现呢，这辛追夫人呢身体不好。怎么不好呢？有这个胆结石，有冠心病，可能还有心绞痛，还腰间盘突出。反正搁我们现在说，这都是富贵病。感情呢整天这个吃吃喝喝，看看歌舞，养尊处优，他也不活动。在他胃里还发现呢138颗半香瓜的瓜子儿，就说他死之前呢没好的是这么吃。你想138颗这瓜子儿还没烂呢，哎，稀里糊涂这得吃多少香瓜？我估计是撑死的胀死的，就说明这个女人呢很爱吃甜食，很贪嘴，这是。所以这一解剖就发现呢，甜瓜吃多了，他本来有胆结石，这一堵引发胆绞痛，胆绞痛引发冠心病，哎，两腿一蹬，够奔极乐去了。享年大概是52、53岁，这辛追夫人。后来这个咱们的公安部门呢，还用这个头骨复原技术，哎，把他的
年轻时候长什么模样都给复原出来了。2002年3月，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成文开始复原辛追的形象。赵教授设计了一套软件，可以通过尸体的骸骨复原死者的面貌。复原主要依据辛追颅骨的 X 光片、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以及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最终，赵教授在电脑上完成了对辛追面容的复原。从复原图上看，她是一位地道的中国美女。根据尸体的身长，还推断出她年轻时大约高 1.6 米。据此，人们又根据复原图制作了辛追年轻时期的蜡像。所以围绕着辛追夫人这块有好多的谜。你还有你看他陪葬这些东西，哎呦，真是好。有一件东西最引人注意，他有件衣服，1米多长的衣服，全透明的，薄如蝉翼，哎，是纱的，薄到什么程度？你把这衣服叠成6层，往这一按，隔着还能看报纸呢，那字还清清楚楚呢。你说那得多薄多透明吗？而且这衣服你把弄来弄去一上称一腰，48克，多轻！你就用现在咱们说那复印纸，你做这么件衣服也得100克开外。你说居然用纱的48克，当时这工艺得多高？那还是领上啊、袖珍啊牵上点棉线，要把那棉线拆了就20多克，多薄！叠到一块能塞到什么里？能塞到一个火柴盒里边。你说这得多高科技？那么说这衣服干嘛？有人说这么薄肯定内衣，怎么穿呢？这完全透明的。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性感内衣，其实这不靠谱。那汉民族那时候推崇儒术，他肯定也是对这个东西挺忌讳，哪有说晚上睡觉前里头衬这么身衣服的？所以后来一考证是吧，陪嫁的。你想想，吹吹打打的拉着新娘到你家去了，嫁人了，新娘身上穿着很艳丽的衣服，婚纱礼服啊，这外头呢要刮风呢，你要怕这衣服脏呢，哎，搁这件纱衣披上，不耽误看里边，里边这衣服五颜六色漂亮吗？把这一整，这衣服还干干净净的。有人说这衣服是这么来的。除了这件世间罕见的素纱衣，辛追墓最大的财富要算色泽鲜艳的漆器，一共出土了700多件，有餐具、家具、兵器，还有用来娱乐的帛具。由于墓葬良好的密封状态，使得不太容易保存的漆器形状如初，色泽饱满，看上去和新的一样，以至于让前来参观的外宾产生了误会。当时看了这一大片漆器，闪闪发光。他问我，你们是在这是2000多年前的吗？我说是的。你们在外边涂了什么东西吗？他以为他给加了工了，又涂了一层什么漆啊什么。哎，我说没有。随着一件件琳琅满目的随葬品的出土，人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多奢侈品中没有一件青铜器和金银器物呢？原来根据史料记载，西汉早期由于国力虚弱，几代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提倡节俭朴素。汉文帝规定，王侯的随葬品中不得有青铜器和金银珠宝。而在这座墓葬里，辛追表面上没有违反皇帝的规定，但他也没有真的遵从皇帝的训导，因为在那个时代，丝绸和漆器同样是奢侈品。那么马王堆汉墓留下的一些东西里边，最具备价值的是什么呢？是那个3号墓。3号墓是这个利昌他儿子墓地，一看他儿子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里头出土了大量的古书，天文地理、易卜星象、五行八作，算卦的什么这书都有。比较珍贵的像周易啊，像道德经啊，而且这个周易、道德经这版本啊，和咱们通行看到那版本不一样。所以这说明呢，它是这些版本没定版之前留下来的。那这对于研究这个多有帮助啊！所以咱们现在有些哲学家一研究周易、研究这个道德经，都说马王堆什么乙本、马王堆什么甲本，非常有参考价值。这就等于把汉文化我们了解不到的地方给补全了。所以马王堆汉墓里头这些竹帛书简
文书之类的，哎呦，对中国这个文化帮助大了去了。要没有这个，咱们好多研究的东西还不成型，或者没有定论。那么马王堆汉墓留下的最大的疑团还不止这些，还有什么？1号坑、2号坑、3号坑，咱说了，老婆辛坠夫人，这老爷代侯利昌儿子，这儿子好学问，陪葬都是书什么，这正常。他老婆呢好吃好喝，陪葬的富丽堂皇的可以。可你再打开代侯利昌这墓，寒酸的吓人，里头除了有几块印，别的啥也没有。这根本就不像说你说夫人的墓都这样，老爷墓怎么这样呢？为何辛追夫人陪葬这般阔气，而真正的墓主人却如此寒酸？3号墓主身份有何疑惑？马王堆汉墓重见天日，我们又能否解开千年古尸不腐之谜？老梁观世界，马王堆灵气还在，正在播出。很多人不理解，说为啥他那阔这穷？后来一调查的，这个利昌老爷死的时候，辛坠夫人才25，老爷这时候50多岁了，他俩前后死差25、6年，将近30年。我们知道西汉初年呢，天下大乱，刚刚平定，各个地方穷也没钱，所以这个代侯那时候死呢困难。后来这不萧规曹随，西汉初年经文景之治，励精图治，到汉武帝时候休养生息过去了，汉代强盛了。这时候辛坠夫人死，说白了物质条件有了，家也发起来了。但是有人就疑惑，说这3号坑啊，有可能不是他儿子，说是谁呢？有可能是第三者啊，怎么还出第三者来了？你想这辛坠夫人25岁，老头就死了。汉代那时候还挺开放，不像后来这个明清时候礼教那么严。哎，说这辛坠夫人就再婚了，就找了一个。因为这个墓地里头人起着发现，他死的时候呢，也不过才30多岁，有可能是辛坠夫人呢又找个小的。而这个人好学问，所以马王堆2000多年前的事儿，后世研究起来，无论是从这个科学技术上啊、文化上啊，还是从生理解剖学上啊，都有好多谜题没有解开，所以他有琢磨他。马王堆呢是属于误打误撞碰上的，把他找着的，不像我们说开掘有的陵墓是有意识，可是碰上了，还碰巧赶上这么个2000年不腐烂的古代尸体，这可以说这是意外之喜。那么当初开掘出来的时候，专家断定2000年没腐烂，这是最大一个发现。当时咱们的周总理说了这么句话，说人家墓里头能把这个女尸保持2000年不腐烂，我们能不能保持它200年不腐烂？因为这见了天日了，咱们当时保护条件也不怎么好，马上又福尔马林之类的弄。结果现在这个古尸从71年出来到现在，咱们算算，这已经保存了30-40年了。那么在这个30-40年间呢，这个古尸呢还基本上能够维持当初的模样，可是已经跟刚出土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了。这是，也就是说，一旦让它见天日，咱们现在的科技力量没法把它复回原来的模样。就像他墓地里刚起开，人家看到有个石盒，就在辛坠夫人墓里头，打开里头还有藕片呢，2000多年前藕片呢，可拿上来不多长时间全化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开凿这个墓的时候，它的所有文物，我们有没有能力让它见天日之后保护起来？这是现在考古学一个难题。说你搁到地底下吧，没准这有点变化，它烂了。可你把它拿出来，咱们这科技力量又做不到，没法把它原貌恢复或者保持它当初那个状况，很难。所以这也是每次一说要开凿古墓，保准有2派，一派是别开，你保护不了；另外一派开开吧，过些年它都烂了。所以这个事儿也是个千古谜题。而这种争论，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开凿给我们留下了好多这方面论据。所以我的感觉是，一旦我们现在的技术保护不了它的话，那就让它在地底下多待些年。中国古人有些神秘的反腐烂的技术，咱们还没有搞懂，而且大自然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收藏家，它可能通过它细密的地理环境能够让这个东西保持住。你要真把它破坏了，还不见得凭人类的能力能把这些东西完整的传到后世去。在西安发生了一起拆迁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被拆迁这个地方呢，名叫秦阿房宫景区，
这是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在1995年投资建造的，2000年对外开放。可是仅仅使用了不到13年，也就是今年，这片景区呢就要被拆除了。那些投入了2.3个亿的建筑，转眼间就要灰飞烟灭了。不管怎么说，仅仅用了13年这样的短命建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我们不仅要问一句，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斥资2.3亿，占地680亩，开放仅13年的阿房宫景区被拆除，一建一拆，逻辑何在？5步一楼，10步一阁，负压300余里的秦阿房宫，是历史奇迹，还是子虚乌有？老梁观世界为您讲述，以阿房宫之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名为秦阿房宫景区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秦阿房宫景区是1995年西安市聚家庄的招商引资项目。当时陕西一家民营企业在距离阿房宫遗址200米处租地680亩，斥资2.3亿元将其建设完成。2000年阿房宫景区开门迎客，年接待量一度达到50万人。该景区成为很多影视剧的拍摄取景地，曾被评为陕西最值得外国人去的10个地方之一，改变了咱们西安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格局啊。因为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东有兵马俑，西有阿房宫。我就给你只是把那个啥说一个情况吧，从这停车场当时车都停不下来。然而2012年5月，西安市通过阿房宫遗址保护规划新方案，计划建立一个2.3平方公里的全方位展示秦代历史风貌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而阿房宫景区就在被拆迁之列。看起来这个2.3个亿投入就这么打水漂了。照理说可能这个事儿呢会引发一些比较激烈的利益上的冲突和矛盾，但实际上呢倒没有。政府呢认为呢，为了更好的保护阿房宫，我们要建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一开始它的选址应该说没有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国家并没有提出来要建设国家级遗址公园这样一个概念，那文物保护的这个理念也没有提出来。近年来，一些国际遗址保护通行的做法被引入，遗址保护从以前只注重保护主体，变成了对遗址周边环境的整体约束。而距离阿房宫遗址仅有200米的阿房宫景区就在遗址保护控制区内，限高8米，那么它的高度呢也是超过了30米。对，而且位于正南方，已经影响到了阿房宫的这个遗址的南北的通视。这个不允许上头弄什么建筑了，它这个公园好像是2.几平方公里吧，就是除了不能说光在这就保护突突的一个土台子吧，肯定它要都四周围都要还要扩散出去，才能更好的保护这个遗址嘛。所以说你这个呢违章了，在这个整个的控制带里边，你这建筑超过8米了，都30米了，所以得给你拆掉。那么被拆这一方呢，这民营企业呢似乎感觉到甩了一个包袱。阿房宫景区选址紧邻遗址，地处偏僻，交通设施配套不足，并且景区内演出等项目没有持续开发，导致阿房宫景区游客量日渐稀少。阿房宫景区内高低错落的宫殿，远看风采依旧，近观却显凋敝。就和这个景区呢就是进行过接触，那么这个景区呢，因为它经营管理不善，也是主动来找政府要求的进行拆迁。头都已经掉了，这些也没有人来修补。到2013年4月2日，阿房宫景区中耗资4000多万元，建成仅2年的露天剧场不复存在。随后整个景区也将被整体拆除。那废塑料没有？俺们都买废塑料了。他们投入这2.3个亿，这些年呢经营的相对有点惨淡，而且他租地呢租期到2014年就到期了，
你看啊，明年他就到期了，然后今年就给他拆，还能给予他一定的补偿。这民企觉得很高兴。如果明年到期了的话呢，他这地方不续租给他了，他就得自己负责把这个东西都拆掉。你看这回政府给你拆了，还给你一定补偿，民企甚至觉得自己转型的机会来到了。从这表面上看呢，好像没有什么矛盾，可是你这个账扒了算盘，怎么扒拉都不对劲。就是如果你把它定性为违章建筑，那当初是怎么审批下来的呢？因为投入了2.3个亿，最后这些建筑没了，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浪费啊！那肯定这投资奖一多愿意，咋能不可惜？反正就是老百姓觉得拆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而且是很大的浪费。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事儿啊，当初规划有问题，可是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全国各地这种现象可不少啊。像最后把这个项目要整个都拆掉，这种事儿在全国不少见。你看那个我知道2008年时候，成都把这个古代那个大慈寺啊重新复建，大概投了4000多万呢，建了一片仿古建筑，结果到2011年拆了。传说中，成都大慈寺是唐玄奘的讲经所之一，曾多次毁于兵火，又几番修缮如故。2008年，成都市锦江区投资4000多万元，仿建了近10000平方米的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然而在建成后的3年里，却一直闲置。旅游景点那些房子一样的，这个人在里头住的。那有游客吗？有游客吗？2011年，锦江区政府将仿建的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拆除，并以20亿元的价格卖给开发商，建设商品房。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政府啊，在不管是市还是区，在把握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很多失误的地方。冬天能整到那个兵马俑，老百姓能休息过好，这里面意见比较大。这比我们刚才说这阿房宫这还短，3年时间不到，而且从来就没投入使用。那么当然，有的领导说呢，你这想法太狭隘，只有这个大拆大建，才能创造就业机会，才能拉动经济，才能发挥土地效益。他说这有一定道理，可问题是呢，这个是以不浪费为前提的。你大拆大建，这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叫破窗理论。就说比方说这栋楼里头有个窗子，啪被打破了，被打破了之后呢，有人得来修啊，有人就琢磨了，这窗子一修呢，你看修窗户这人挣着钱了，再换个玻璃，卖玻璃那人挣钱了，接着就会有更多窗子被打破，说这不就创造价值了吗？创造财富了吗？创造就业机会了吗？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可笑和荒唐的算法。那有的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现在人家西安这块呢要建立这个新的阿房宫遗址保护，有个大的规划，这是好事啊。再说人家说了，这个遗址公园建完了之后免费对外开放啊，人不向老百姓收钱呢。各位，这里头的文章可能您不了解，阿房宫本身其实就是个子虚乌有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有的地方建什么这个元大都遗址公园，像这个秦长城遗址公园，这都可以。为啥？实实在在当年万里长城建到那摆到那儿了。可是阿房宫呢，它是个虚的概念，它压根就没建完，甚至就总工程量的大概2%-3%它都没建完。因为现在阿房宫建了多大呢？就是把地基挖起来那么几个土台子，还有一个前殿，后来还给焚毁了，就这么点地方。5步一楼，10步一阁，负压300余里的阿房宫，为何被质疑是史上最大烂尾楼？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楚霸王项羽是否真的一把火烧了阿房宫？老梁观世界正在为您播出，以阿房宫之名。可是阿房宫呢，它是个虚的概念。有人说你说不对，我们是从小学课本就学过，杜牧写的吗？阿房宫赋，说阿房宫赋，说阿房宫多大呢？6王毕4海一，蜀山兀阿房疏，负压300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沟而西折，直走宫墙，2船溶流入宫墙，5步一楼，10步一阁，岩崖高索，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岩，群群岩，风方水涡，触不知其几千万落。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高低明迷，不知西东。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说的什么意思？一天就这一宫
宫殿里头气候不一样，这是春季，那边刚初夏，都这样。说这阿房宫得多大？700多间房子，秦始皇一天晚上住一间，住到死没住过来，这是不是真事儿呢？你别听文学家在这个作品里头写，他玄乎虚构，这是杜牧虚构的。他为了形容秦朝时候如何鼎盛，所以最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阿房宫被烧了。阿房宫，可恶的阿房宫，你把我的庙宇藏到哪儿去了？其实项羽压根没烧过阿房宫，他烧的是咸阳那个秦宫。反正项羽残暴都推他身上了。假设这个阿房宫要确实建成了，又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的话，那在阿房宫这个废墟上就应该形成一个很厚的那么一层灰烬层啊，这个灰烬层里头肯定有很多没有完全烧尽的木炭呐什么的，烧焦的木块。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07年，项羽入关后，不仅将秦宫室烧毁，更是企图将秦始皇陵兵马俑等一切留有大秦印记的东西全都毁掉。但是据专家分析，如果项羽火烧阿房宫，大火整整燃烧了3个月，那么考古学家在阿房宫遗址应该会发现火烧的痕迹。然而在考古学家们进行了大量钻探工作后，并没有发现火烧过的痕迹。还有就是房屋和房屋旁边的空地上和那个花池子里边，猪圈旁边、厕所旁边全都进行了钻探。在这么大的面积的密集的钻，1平方米5个钻孔，这么密集的钻探上面都没有发现一处有火烧的痕迹。那么阿房宫的遗址中找不到火烧过的痕迹，说明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科学的考古工作，就是说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认为项羽没有烧阿房宫，没有烧前殿阿房宫。说为什么说阿房宫没有？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烂尾楼工程，压根就没建完，就建了一点点，地基打起来，建个前殿，剩下啥也没建。有人说你说这有科学道理吗？你看我给你解释，你看阿房宫覆压300余里，按它这个规模来看呢，大概是15万平方米左右的建筑面积，圆不圆？16万平方公里。有人说那圆不圆都建起来，阿房宫差啥？你别忘了圆明园建了多长时间？圆明园是打清康熙48年建的，经历了5代帝王，延时150年，圆明园才建完。阿房宫建多长时间？你别说秦时候的这个建筑能力和清代的有巨大差别。秦朝那时候建了多少年？建了2年。秦始皇公元前212年决定建立阿房宫，总共2年功夫，秦始皇暴毙死了。就真正的阿房宫施用工期就2年。他死之后呢，赶紧把建阿房宫这人呢调到骊山那边干嘛？给秦始皇修皇陵，总共就2年时间。就说这个工期怎么着都不够的。你想圆明园那都清代了，还150年建完了，你这2年能建啥？这是一个。再一个，人力不行。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执政期间动工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工程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刚刚结束了多年的征战，又马上下令将原来6国的首都和各自修建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建造长达万里的秦长城。除此之外，在同一时间内，秦始皇还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3条御道，一条向北通向内蒙，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一条向南通湖南、湖北和江苏。然而秦朝当时总人口仅2000万，修建长城和秦始皇陵已经投入了上百万人。由于秦始皇对未来的宫殿十分重视，要求极为严格，于是他又投入70万人修建阿房宫。阿房宫前殿遗址的面积是54万平方米，台基高12米，仅仅夯筑这个宫殿的台基就需要650万立方米的黄土。就北方那个一去，从南方去回来以后说还想登过，登拿骡子一骡，
他这土都得给我筛上，筛完了还不能用。他说筛完得炒生，我像炒花生那样，翻来这个炒生。我说炒这老大爷炒它干嘛？炒籽儿、虫卵、蚂蚁啊，这不行。他这个工程要出现这问题，那这是杀头的罪。所以他工程就要求这么高。阿房宫地基上的土被蒸炒之后，再由人手拉肩扛运到台子上夯实。秦朝那时候没多少人，接下来又打仗，你看陈胜吴广大自强起义，然后就楚汉相争，哪还有人去建这个玩意儿呢？人力也不够，再有一个材料，那个时候中国的建筑呢以木头为主，就说你建这样大的宫殿的话呢，都得是整个的原木。那时候几乎把这个陕西周边的木头伐没了，你要再找建700多个宫殿这样的木头，那就得到四川的贵州啊、深山那边找去，找了之后还得拉过来。就说这些建这个宫殿的木料咱不用建起来，就把这些木料凑齐了，没有10年20年你也干不了。所以这些事儿摞到一块儿，就决定阿房宫是个最大的烂尾楼工程，根本不可能那个时候就把它建好。三面墙的里边没有一点宫殿建筑遗迹。首先，它没有秦代宫殿建筑倒塌的堆积层；另外呢，更没有发现秦代宫殿建筑材料不可少的就是瓦当，没有发现。这个误传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唐代的杜牧，他写成个《阿房宫赋》。因为《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写得太漂亮了，所以在这个后代的影响很大。人们以讹传讹，就认为这个阿房宫建成了。所以现在所谓的遗址是啥呢？就是几个土台子，还有个前殿遗址，这点东西你就要建一个庞大的阿房宫遗址公园，我就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这个像什么呢？好多地方呢没有这个玩意儿，或者这个东西太少，他居然想依附在这上来做概念。你看这个河南汝南，就说这是梁山伯祝英台故里，评价啥呢？根据就是2个大坟，然后再整点纸蝴蝶贴上面，这就梁山伯祝英台故里了。还有这个山西楼烦，硬说是孙大圣故里，说孙悟空老家是这儿的，然后就要投资多少，到现在也没整利索。山西6000万打造孙大圣故里，如今只剩接待处，仿古景观成短命建筑，究竟拷问了谁？观音故里、西门庆故里、二乔故里遭争夺，各地热衷修建仿古景区背后隐藏哪些玄机？老梁观世界正在为您播出，以阿房宫之名。2010年，山西投资6000万打造孙大圣故里风景区，计划修复水帘洞、悟空出世时、新建南天门等古建筑，但2年后，由于资金匮乏，景区除了绿化的5000多亩荒山以及4层楼高的接待中心外，其他规划都没有实施。2006年，梁祝传说被命名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河南驻马店斥资打造梁祝故里景区，但如今工程却半途而废，景区一片荒凉，部分景观树已经枯死，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墓碑摇摇欲坠。除此之外，各地傍神仙、傍名人现象也并不少见。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的昌吉市都自称观音故里，更有5省7地争夺二乔故里，4地争夺曹雪芹故里，甚至还有2省3地争夺西门庆故里。就是像这样的，根据一些并不完善的、残缺的，甚至子虚乌有的概念，非要弄一个什么遗址公园什么的，这个恐怕是有点不靠谱的。本身它就立不住，它不像我刚才说什么秦长城遗址，人家实实在在有这东西，现在我们都能看到。所以这个阿房宫遗址保护，我倒觉得虽然国家文物局批了，说是阿房宫遗址保护这个规划，但是我想这个规划批可能是仅限于它剩下遗址这一块，而西安当地呢要把它扩散成很大一个遗址保护，这里头有别的文章。有的人说，那你看人圈起来建个公园，老百姓随便进不要钱怎么了？它的奥妙不在这儿，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项目拿过来？核心是拿地。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知道中央宏观调控，一个是保18亿亩耕地红线，另外一个对于这个
商品房啊各方面买卖打压，这下地方政府它的财政一个主要来源土地出让金给掐折了。那么只有通过这个大项目下来了，我把地批下来了，然后这块建遗址公园，吸引商家来把这地皮烘热，地皮烘热，地产商愿意到这儿拿地了。这个倾向特别值得我们现在相关部门的人警惕，因为这样下去的话，社会资源会造成巨大的浪费。所以这么一个阿房宫，在我看来觉得阿房宫子虚乌有，最大的烂尾楼工程，但是作为一种古代传下来的这么一种文化符号，却成为现代人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说呀，阿房宫就是个幌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论是卖淫还是嫖娼，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也是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的对象。那中国呢，曾发起多次扫黄行动，其中效果最明显的一次是建国初期对娼妓业的取缔，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在新中国成立前，也就是民国时期，北京最有名的风月场所是八大胡同，就在前门外大石栏一带。民国时期，上至官员名人，下到贩夫走卒，这八大胡同名气之大呀，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八大胡同啊，好像一夜之间就没了一般。昌盛繁荣的八大胡同，突然间风月场所一家都不存在了。那么八大胡同是怎么在1949年以后就没了？这娼妓业是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被取缔的呢？咱们今天就讲讲这八大胡同消亡的故事。这得从1949年的5月份说起。这个时候呢，平津战役结束了，北平呢和平解放才3个多月。中国共产党高层啊，正在为新中国成立做各种积极的准备。但这时候长江以南呢，依然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国民党呢正重整军力，等待时机要卷土重来。在1949年5月的一天夜里，新中国第一任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忙着处理北平的治安事务，突然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边呢，毛主席语气非常严厉，对罗瑞卿说：“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到我的住处来。”当然这个毛主席是湖南口音吧，很明显一听这话就知道毛主席生气了。罗瑞卿就想啊，是不是最近自己哪方面工作没干好，毛主席不满意了？就这么，罗瑞卿呢急匆匆赶到了主席的住处，没想到主席劈头一句话把他整懵了。毛主席说什么呢？说我命令你要马上在中国消除娼妓，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我们要把我们的房子打扫干净。这罗瑞卿懵就懵在主席说的这些话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作为公安部长的工作重心呢是反特，说白了就是打击各种国民党特务、反动派。这会儿北平刚刚解放，可是国民党并不甘心失败啊，他们派出大量的特务搞破坏。就在1个月前呢，国民党特务放火烧了北平电车总厂，烧毁了电车42辆，这北京当时的公交差点瘫痪。那5月4号这天呢，又偷袭北平南苑机场，炸毁了飞机4架。这还不算呢，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长，最担心的是中央首长的安全。要知道，就在毛泽东入住香山的双清别墅之前，罗瑞卿派警卫人员查别墅的时候，居然在这个别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就藏在预备给毛主席住的房间的一角。你说这多悬，当时把罗瑞卿给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而且除了毛主席之外呢，很多高层领导也面临着危险，暗杀事件是层出不穷。那特务们干的破坏的事情那就更多了，他们每个月呢都会制造10几起抢劫案呐，这个杀人案呐，打死警察、强奸妇女，甚至明目张胆的在公安部驻地附近抢劫杀人。那特务搞破坏，说那就抓呗，没错，特务要抓，可是一时之间你抓不过来，特务太多。根据当时的统计呢，当时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加起来要超过16000人。按照当时北平登记的人口算呢，平均100多人里边就有一个特务。可罗瑞卿的公安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当时罗瑞卿手里面呢只有公安大队的728个人，公安干部的539个人，总共加起来呢1267个人。你说特务就16000多人，是他的10多倍。这时候反特都反不过来，哪有力量去清理娼妓啊？
所以说，这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不了解吗？也不是。就在前几天呢，罗瑞卿针对公安队伍人手不够打过一个报告给中央军委，要求调50名部队的干部来充实公安队伍。批复报告的正是毛主席。毛主席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太大了，一次就想要50个人，我一个也不给。你得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剥麦子，用干部得少耳精。”其实呢，不是毛主席不支持，确实当时这个干部实在太缺了，给不出来。那既然知道罗瑞卿人手紧张，毛主席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给罗瑞卿加一个清除娼妓的任务呢？原来就在那天晚上，就毛主席见罗瑞卿之前，他带着秘书在北平城做了一次暗访。走到一个胡同口的时候呢，他们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给挡住路了。发生什么事呢？妓院的老鸨子正带着打手对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妓女拳打脚踢，强迫她回去接客。毛主席当时看到这揪心的一幕，马上叫秘书下车阻拦。这个秘书拨开人群冲进去，大喝一声说：“不准你们打人！”可是没成想呢，这老鸨子非常嚣张，他说：“你是不是瞎管什么闲事？我打我自己的丫头，我打他你管得着吗？”所以回到办公地点呢，这毛主席这股气儿上来了，马上呢召开会议，共同讨论这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毛主席，当时很多中央领导人都遇到过类似情况。有一天呢，当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到前门外了解情况，有个15岁的小妓女痛哭流涕说自己被拐卖到妓院之后一天接客10多个人，一天所得就4个窝窝头。你想，毛主席本来就为这事气愤，听了彭真的话更是义愤填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妓院是一个肮脏的场所，但是里面的妓女呢，她们实际是受压迫的，她们跟其他受压迫阶级是一样的，都是需要解放的。所以在这种想法指引下，毛主席匆匆忙忙把罗瑞卿叫回来了。罗瑞卿当即表示说：“主席你放心，我马上着手准备，把北平的妓院全都关了。”虽然当时的反特压力很大，这个罗瑞卿通过对以往的案件调查发现这些特务平时最喜欢躲在哪儿呢？就是妓院，因为这个地方鱼龙混杂，你只要给钱，妓院老板打手包括妓女们还会帮特务打掩护。所以清除妓院本质上跟反特工作它是分不开的。就捎带着也能对反特起到促进作用。所以罗瑞卿向主席表示，我一定完成你的任务。那封闭妓院对稳定北平时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是该怎么做呢？罗瑞卿感觉有点没头绪。为啥呢？北平和平解放之初政府并没有马上关闭妓院，而是仍然允许他们营业，只是要求他们必须遵守规定。比如说每个妓院每天必须上报留宿的人员的姓名、年龄、职业，同时明确要求各个妓院老板不能做非法生意，不能打骂虐待妓女，不能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能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来接客，不得逼迫幼女为娼。那说之所以当时不直接关闭妓院，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娼妓人数实在太多了。这个社会学家曾经对这个柏林伦敦巴黎名古屋这世界8大都市的娼妓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做一个调查。调查发现当时的北平也是榜上有名，其中北平每259人里边就有1名公娼，就是在这个八大胡同这些妓院工作的。这还只是公娼，还没算上暗娼私娼。那这些人大多数因为家里穷，又没有劳动技能，不得已误入歧途。还有一个原因这些人的观念有问题。解放军接管北平之后经常会把妓院从业者召集起来开会，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及早的转变思想。可是发现讲了半天没什么用。这些妓院的老板和妓女认为娼妓制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了，没有哪朝哪代真正清理过，你们清理也不会成功，360行无一行不成世界。很多妓女的户籍档案上写着职业妓女，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关妓院之前公安局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特地刻了一个嫖客查起的大圆戳，查到嫖客后进行教育，就是我这边妓院不能关，我先管嫖客，并且把戳子盖在嫖客的身份证上，盖上之后让你觉得丢人，不要没事再往这地方跑。有一回一个50多岁的老汉逛窑子，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公安就在老汉的白汗衫两边的领角上盖上2个鲜红的大圆戳，嫖客查起。后来一提打戳子来了，就会把嫖客给吓跑。那么现在要关闭妓院，怎么关呢？罗瑞卿决定抽调人员对八大胡同来一次大摸底，他好心里有数。调查后发现呢，原来八大胡同的妓女呢，不光有名妓暗娼，还按照年龄、姿色、才艺分为4个等级妓女。其中1、2等的妓女接客价钱比较高，生活条件比较好。等下边的呢，这个3、4等妓女呢，她日子过得就惨了点。那么在当时八大胡同呢，我有必要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历史背景。这个妓院呢，它分4等妓女，那么妓院也根据收留妓女的这种程度分成4等班子。头等班子、2等班子呀，那都是很有钱，来的也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妓女呢，相对外形挺漂亮，还有点文化，吹打弹拉都会。3、4等呢就要差一些。你看大家熟悉的就是赛金花、小凤仙呢，这些八大胡同的妓女。这个小凤仙并不是1等班的妓女，她是2等班的妓女。她有什么区别呢？1等班的妓女呢，你头一天这嫖客来了呀，你得妓女看得上你，说白了这是青楼女子水平最高的，人还不随便接客的。你就是有钱，头一天来呢，你住不下，你到这儿来跟这个妓院这些女孩聊聊天啊，干什么的，人家看上你了，你也觉得可以，第2天你再来，这2天大把银子就花出去了，打赏的钱都不计其数。2等班子呢，条件也不错，但是呢，你花的钱当天晚上就能住下。蔡锷当年呢逛前门外妓院，为什么直接去2等班子呢？大伙儿注意，小凤仙不是1等班子的妓女，她是2等班的妓女。蔡锷就想迷惑袁世凯，让你看看我就是个酒色之徒，我到这来就是为了追求肉体上的欢快，我就是为当天晚上就住下。所以他误打误撞的进了2等班子，认识了小凤仙，这才有后来小凤仙掩护他逃跑的这么一个经过。所以这里头1等班子、2等班子，他妓女的水平比较高，条件比较好。等3、4等的这妓女呢，日子就惨了一点了。那么拒绝新政策的主要是1、2等班的这些妓女，他们满足现状，甚至有些人梦想成为下一个赛金花或者小凤仙，想成为当时北平城的名妓。那么3、4等妓女，他们日子惨。按照民国妓院的规矩呢，妓女要入行下水是要跟妓院签卖身契的，把自己卖给谁呢？当时八大胡同总共有4大恶霸控制妓院，妓女的自由就由这些人控制。那么这个4大恶霸呢，在妓院里边呢私设形式，有这个皮鞭呢、火钳、木棍各种刑具，用来虐待妓女。妓女要是接客数量不够，得挨打；想要从良，那更得挨打，而且挣的比较少。你比方说一个嫖客留续1个晚上给12块大洋，这3、4等妓女呢也就能得到5毛钱，就半块大洋，剩下呢都让老鸨子跟那恶霸老板给分了。所以这3、4类妓女呢，70%活不到40岁，所以他们相对1、2类妓女来说呢，他们比较好改造，因为确实苦大仇深也遭罪。那么罗瑞卿深入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呢，他就开始开会讨论，很快呢就确定了改造妓女的基本方针，并且在1949年的9月19号，他出台了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那么人手不够怎么办呢？他们连同民政局、卫生局、妇联多个部门成立了封闭妓院的总指挥部，从各个单位抽调人员，由罗瑞卿亲自担任总指挥。那么说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可以一举封闭妓院呢？谁都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在常年战争当中养成了急脾气的罗瑞卿却突然把节奏慢下来了。他决定到冬天再行动，秋天暂时不行动。这是为啥呢？罗瑞卿斟酌再三，他发现了2个问题，这2个问题导致必须推迟关闭妓院的时间。只有这俩问题得到解决，才能关闭妓院。哪2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当时没有足够的药给妓女治病，因为在摸排调查当中发现呢，妓女90%以上身体有疾病，大多数妓女呢患有梅毒、淋病这些性病，还有不少的有肺结核、心脏病，就没病的妓女很少。那么面对人数众多、病情复杂的患病团体呢，这个医疗专家初步估算得需要盘尼西林13000多针。盘尼西林呢，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青霉素。可是当时呢，正是全国解放的关键时刻，那在长江一线还打仗呢，在前线呢，盘尼西林是最缺的救命药，受伤的战士都不够用，哪里还有更多盘尼西林来给妓女治疗呢？这个是必须考虑的。
所以你夏天、秋天采取抓捕行动，病毒滋生，在接触妓女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也容易被传染。而冬天行动呢，这个问题就好很多了。而且这个时候呢，全国的大规模的这个解放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剩下是剿匪啊，还有驱赶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所以这个时候呢，医药相对也会宽松一些，好办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妓女的生计问题。咱们前面说了，很多妓女啊是被逼为娼，一个很重要原因呢是她们没有劳动技能。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些妓女的生计问题，那改造他们就成一句空话，你让他们怎么活？而这个问题呢，他得需要时间来安排解决。所以罗日清决定冬天再关闭妓院。那么这个准备工作呀，咱们就不细说了。很快呢，冬天到了。这时候呢，是1949年11月21号的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各个分局和派出所同时接到一个命令，说今晚有重大行动，全体干部公安一律停休，原地待命。罗日清呢，等待着北京第2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有关封闭妓院的决议。他把这个呈上去了，最终决议呢，根据全市人民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会议开完呢，罗日清立即发出通知，集中妓女、处理嫖客、查封妓院，行动就在11月21号当晚全面展开。晚上6点，罗日清下令，行动开始。他先派了一些公安干部，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老鸨子叫到派出所开会。因为不是第一次被叫去集中开会，当时老板和老鸨子也没多想就去了。这是什么呢？其实也是调虎离山，防止他们阻挠封闭妓院。这些人没想到呢，他们一离开，各个行动小组呢就迅速冲进各个妓院，仅仅用了12个小时，就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就这样呢，北平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间全消失了。这里咱们得提一嘴，查封妓院本来是好事，为什么非选择晚上行动呢？因为当时北京啊已经确定的是首都所在地，不能出大的纰漏。白天行动，万一走漏消息，或者有些人组织一些对抗行动，这个事儿就很麻烦。这就是公安人员呢要先说开会，把那些老鸨子和老板呢给支走的一个原因，避免生出事端，节外生枝。而之前呢叫那些老板开会呢都是在晚上，所以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行动只好呢就安排在晚上。这一夜之间，8大胡同的妓院全部取缔了。虽然封闭妓院的工作取得初步胜利，但接下来呢，怎么对妓女进行改造，这才是真正难题。首先，这上千名妓女啊，你得有住的地方啊。罗日清考虑再三，想出个好办法，就把8大胡同最大的几个妓院改造，多建几间房子，然后把所有妓女集中在这几个大院内，这好管。由多个部门组成了一个处理妓女委员会，并且在门口挂上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牌子，就等于正式开始改造妓女。那住的地方解决了，开始对妓女教育改造，这个过程特别困难。从查封妓院那天起呢，这些妓女就对改造这件事情非常抗拒。为什么特别抗拒呢？原来这些妓院的老板老鸨子呀，在曾经查妓院的时候，就经常吓唬这些妓女，你们不要轻信共产党的话，他们表面让你们从良，其实把你们抓去分给那些受伤的当兵的，10个伤兵就分1个姑娘，这叫稳定军心。现在呢，前线吃紧了，没钱怎么办呢？就从你们身上搞钱，把你们年轻漂亮的呢卖1500块，丑的卖300块。你要不听话，就直接运到大西北开荒种地干苦力种大烟去。说这都是轻的，你要有反悔的，就绑到前线呢，让你们去踩地雷去，让你们当炮灰，千万不要被共产党骗了。那你想，他们经常听这些话，这些妓女肯定害怕呀，他们又没什么见识。查封妓院那天呢，刚用汽车把他们装到车上，很多人都哭了。有一个穿着紧身红花袄的妓女，嗷的一声就躺在地上了，大声哭起来，闹上了，我没法活了，我不想去啊，他们这是要卖我们呢，打滚放泼的就不起来。等把这些妓女送到地方之后呢，他们也不老实，一天呢哭天喊地的嚎，一个个呢穿红披绿的，把自己整的披头散发的，有上房逃跑的，有寻死上吊的，有直接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那什么样都有。甚至还有一名妓女呢，对着公安把上衣都脱了抗议，可把这些公安折腾完了。那除了公安呢，当时在交养所门口呢，还有很多解放军战士把守。这些妓女呢，经常骚扰这些战士，假装不小心往他们身上的泼脏水，然后凑过去呢，就摸他们手、摸他们脸、摸他们脚。这些小战士呢，有的也就18、19岁，哪见过这个呀？
你看上战场打仗他们不怕，这个场景把他们吓得直躲，有的吓得直哭，说我宁可上前线也不在这站岗，这什么地方这是。等这些妓女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呢，教养人员呢开始教他们劳动技能。结果这些人要么早上起不来，要么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反正就是不配合。这教养人员叫他们吃饭，盛好饭菜还得端给他们，结果这些妓女一把把饭菜都泼地上，说教养所饭菜难吃，反正是各种抗拒不接受改造。那面对这种情况，罗瑞卿想了很多办法。第一招是什么呢？归还物品，安抚妓女的情绪。查封妓院的时候呢，里边的财物一律不许带出。等教养院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归还他们个人财物，就这些妓女的私房钱呢、首饰啊，全部原封不动的回到他们手里。有的人东西少了不够，就组织他们回去，说你们藏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自个儿拿去吧，把自个儿东西拿回来。结果这招使完呢，妓女很高兴。原来妓院老板吓唬他们的话呢，他们也开始不信了，说你看这把我们的钱和东西都退给我们了。那这一招见效之后呢，管教干部又放出第二招，叫诉苦，让一部分妓女现身说法，说他们在妓院里边呢受到怎样的压迫。当时有个叫陈翠英的妓女就控诉妓院老板是怎么把她骗到妓院里啊，如何强迫她卖淫啊，这个还讲她的姐妹啊罚跪到碎玻璃上，最后活活流血而死，把这些事讲出来。当时很多妓女听了都落了泪，感同身受。那这一招确实很灵。原来下层的妓女啊，别看这些人平时穿的光鲜亮丽，可实际上他们都是受摧残阶层，没少遭罪，没少被妓院老板打骂。他对他们的教育就好办很多。可是一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呢，他们没这精力。这些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学过吹打弹拉，接待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他的收入也很高，就他们是妓院的摇钱树。那妓院的老板轻易不会对他们打骂，对他们来说呢，仿佛呢无苦可诉，他们也不觉得妓女有什么不好的，吃香的喝辣的不用干活。所以一等妓女、二等妓女有相当一部分对改造是特别抵触的。那面对这种情况呢，管教干部开始动员老妓女，诉说人老珠黄之后的悲惨下场，并且组织妓女看曹禺的话剧《日出》。《日出》里不就讲了有个13岁小女孩名叫小东西，被这个黑恶势力卖到妓院了，最后不堪蹂躏和毒打自杀了。还有个中年妓女翠喜，为了养家糊口呢，受尽侮辱。当年有1000多人呢排着队去看话剧，就组织这些妓女看这个日出。这成了一道独特风景。这妓女呢穿着妖艳的旗袍，扭着腰排着队，一路上碰见老相好的还飞眼儿。这管教看了很生气，告诉他说你严肃点。他们就嗲声嗲气的撒娇。可是到了剧院里边，看完了日出这剧，很多妓女都哭了，因为这个话剧里的故事有他们真实的生活。所以这个教养院呢，通过第二招让妓女产生共鸣，慢慢的呢，这妓女跟妓院老板之间就出现了分化。这一有了阶级意识，他们内部分化出来，这教育就好办多了。不过这时候呢，管理人员呢发现了新问题，他们发现有些妓女呢想站出来诉苦，但是不大敢。为啥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查封妓院那天晚上，这妓院老板呢都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回来再找他们算账啊？他们害怕。所以为了打消妓女顾虑呢，罗瑞卿想出了第三招，就杀一儆百，惩办元凶。经过中央批准呢，他们把八大胡同最大的老板4大恶霸之一叫黄树清押赴刑场公开枪决。确实这个人也是罪恶滔天。当时罗瑞卿特别命令押解犯人的车子枪毙之前从八大胡同教养院门前开一遍，要让教养院里所有妓女都出来观看。一看到这个恶霸黄树清被执行死刑的事实，这一下所有人都给镇住了。有的妓女当场就喊出共产党万岁，共产党是大救星。当然最让他们感动的呢，还是教养院的第4招，啥呢？给妓女治病。当时为了给这些妓女治病国家是专门拨出经费，从国外呢进口了13000多针的盘尼西林。这批盘尼西林的总价折合成小米是2万斤。这些真金白银的付出让这些妓女相信了共产党是真来帮助他们。就这样呢，经过2年的集中改造，罗瑞卿主持的妓女改造工作基本取得成效。那么接受改造之后这些曾经的妓女又去哪儿了呢？这是1950年，教养院对一些政治表现好又没有恶习而且疾病痊愈的妓女开始陆续呢释放和安置。根据统计呢，这些妓女改造后呢，有家的就发路费让他们回家，有对象的
教养院忙着帮他们操持婚礼成家。岁数小的呢，可以去学校读书；无家可归的呢，就到政府专门给他们开办的叫新生棉织厂。你注意，当时的生产的棉织品呢，包括搪瓷缸啊，只要是新生牌的，那就是2类人生产，一类是妓女，一类是那监狱的犯人，所以叫新生牌嘛，就获得了新的生命，进入了新的生活。就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开始开启了他们新的人生旅途。所以说建国之后啊，这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妓女，以八大胡同消亡作为开始，以这些妓女转移安置作为结束，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呢，一晃呢，这个时间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呢，在中国很多地方，事实上这个妓女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又在很多地方存在着死灰复燃。那么新时期在治理这个妓女改造，再对这个卖淫这个行当如何进行管控，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可能这时候面临的难度要比当年罗瑞卿面临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整个社会的形态不一样。所以现在呢，很多时候专家也在讨论，就说卖淫嫖娼是非法，要不要合法化，以及怎么样在合法化的前提下能够更好的管控这一行，这都是现在大家争论的话题。其实在国际上这个话题一直是争议性比较大的，所以咱们不妨可以结合建国初期封闭妓院对妓女改造，来看一看我们新时期如何净化社会，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国文物系列，要说到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一说这个藏经洞呢，可能很多朋友有这印象，说当年好像好多文物后来被老外这些文物骗子都给弄走了。确切说呢，藏经洞里呢有5万件经书啊、绢画啊、刺绣啊这些无价之宝，但是从他发现没几年的功夫，就被外国人弄走了4万多件，非常非常可惜。而且弄走这过程，我们今天听起来都得咬牙切齿、痛心疾首。为什么呢？当初想弄走的这些老外来的时候，本来是准备大量的钱，黄金白银来买，还有的琢磨呢用一些阴招使坏，巧取豪夺。可是到这儿来一弄这些文物，发现这些都没用上，出人意料的容易，花几百两银子就成车的把文物往国外拉。就这个容易程度，连这些憋着坏的老外都没想到能这么容易。那么说这些文物是怎么流失的呢？里边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里头的事儿。那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咱得先从一个人说起，这是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人。这个人是个老道，有叫王道士啊，我们叫王老道。这个王老道本名叫王元禄，是湖北麻城人。说他怎么到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了呢？他是1850年前后生人。你看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又太平天国又什么的，他老家那也是闹乱，他就随着战乱逃荒的人呢，就逃到北方来了。北方的他走到北方当过一阵兵，后来觉得没啥出路，从这个部队里退下来了，就出家当了老道了。然后云游四方，往西北走，就走到了宿州。宿州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甘肃酒泉。到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这个王老道呢已经年近50了，居无定所。到这儿来呢，他就看到莫高窟。那会儿的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自打元代以后就非常破败。但是呢，他一看呢，附近老百姓呢没别的庙供奉啊，都在这个庙供上，还有香火，他就不想走，就我留到这儿吧，这辈子在这儿待着吧。这地方我估计这么荒凉，也不会有兵荒马乱。说到这儿，有人说他个老道，这莫高窟是佛教的圣地，这老道跑佛教地方来干嘛呢？其实那个时候老百姓对于道教佛教区分不那么大，都是出家人，都是修行的。而且这王老道呢，他是出家，在道门出的家，但他本身呢对佛教呢他也挺信。
就这么的呢，他住在这儿呢，都是修行的人，也没谁拿他当外道人。莫高窟呢，上寺、中寺、下寺，他就住在最荒凉的下寺了。本来那里头啊，走了不少和尚，也正好得有这么人在这呢，打扫打扫啊，管管香火呀，收拾收拾院子呀，所以王老道就在这儿住下。那这个老道呢，他可不是说是就是说像我们说那种啊茅山道士，偏不是。王老道本身呢，宗教信仰还挺坚定。就我们说你甭管他信道信佛吧，他真很虔诚。在这住下之后呢，就开始拾到这个敦煌莫高窟下寺这一块，然后呢，老百姓祭香呢，他来给负责管理。其实就已经佛道合一了。那么他怎么发现的这个藏经洞呢？有几种说法。王老道自个儿说，因为他给慈禧太后老佛爷写了一封信，就折子，说某某天早晨突然间天打五雷轰，咔，天雷炸响，山上劈出条缝，我领着这帮道士和尚挖出这个藏经洞来。这个信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咱们你看，凡是说藏宝，要说跟老天爷有关，都是咔嚓一个炸雷，咔嚓一下，然后再挖。这明显是干嘛呢？跟慈禧老佛爷说，老天爷的旨意让我发现这个。他写这封信干嘛？要清廷拿钱来修这个藏经洞，来把他这个环境能修缮好了。这是他一开始他自己说的一种说法，天打五雷轰，劈出个洞来。其实是不是？肯定不是。比较靠谱的说法呢是，这个王老道非常爱干净，到这个地方一看，这都土，这都沙子，西北风沙就大嘛，二屋他扫的过程当中，意外的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么后来人经过研究呢，发现这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事。这个人姓杨，杨先生是个读书人。王老道呢，把这下寺整理出来之后呢，有供桌，大伙上香火呀，然后就请这杨先生来帮他忙，就是你登记一下哪个香主来了，施舍多少银子。王老道本身不认字儿，让这些帮着给填。结果这个杨先生呢，爱抽旱烟，晚上他在这登记完了之后呢，抽着烟袋呢，抽完了我们知道习惯上磕他两下子，把里头那个烟灰磕出来。这一敲这墙，通，不是实心的，后头是空心的。哎呦，这背后还有看不见什么呀？这是，赶紧就跟王老道说了。于是王老道第二天没敢有动静，晚上的时候跟杨先生到这儿来了。果然如此，王老道就拿了个锄头，两个人在这就把这墙刨开了。一刨开不得了，再看后头一个非常空旷的大洞，再到洞里一看，佛像啊、壁画啊、经书啊、木卷、文字，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我们现在说5万多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当初那时候这个物件里头是古书啊、绢画，外头也有，没它古旧，遍地都是，他就不会拿它当宝贝。要我们今天人凿开这地方，不得乐疯了？那可是阿里巴巴芝麻开门，跟那道理一样的。可那会儿王老道一看这里头，确实挺漂亮，也挺炫目的。可是在他心里呢，这不过就是一个没被发现的藏经洞。经书什么的，那个年月跟现在不能比，现在有1本在发家了，那年月这东西遍地都是。他也没拿它多宝贝，只不过觉得这个地方，当时王老道第一感觉是什么呢？这是古旧年间留下来的，咱得好好维护好它，得给修好了。所以为什么他写信给慈禧太后老佛爷要钱修这地方？他一开始是想修这儿的，想把这地方修好了，这是他的想法。那么这个文物被外国的文物骗子给弄走是什么呢？这个藏经洞打开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墙，再说他还得跟当地官府说我这什么什么申请援助什么的，这风就漏出去了，说这发现个藏经洞，里头有不少过去的东西。
当时中国老百姓不拿这个当玩意儿。你比方说咱现在你要到哪个市场去，说这过去小人书都值了钱了。你说我手里头60本的上海美术出版社《三国演义》连环画，60本的，我小时候看的，还繁体字的呢，现在能卖2、3万一套。那我小时候那时候不可能拿这个当珍稀物品呢，谁没拿它当玩意儿？这60本里头，我有1本借给我亲戚看了，现在都没回来，给我遗憾坏了。这是现在，当初你没拿它当回事，所以中国老百姓当时并不拿这个当回事。可是老外不同，外国的一些知道这里文物价值的人，当时就有不少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来回搜这些文物。那么第一个来到莫高窟的，怀着巨大贪心的老外是谁？斯坦因。斯坦因是英国人，英国有名的探险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英国一个大学的校长，有文化这个人。但是他其实来中国呢，说白了是文物贩子，他来收这东西来了。当时呢，他在中国的西北呢，他本来是想发掘一下鼓楼蓝遗址、和田遗址。当然那人说发掘完就拿走。他收了大量的这个竹简的文书和一些文物。本来他打算呢，从这个甘肃肃州就酒泉这儿继续向西北进发，去挖掘鼓楼蓝遗址。到这儿就听说这有个藏经洞。当时他来一看呢，在这个下寺里头呢，有个工作人员手里呢拿着一卷特别精美的经书。当然当时这个作为宗教界人是不拿这当回事，经书遍地都是，就是从藏经洞里拿出来的。这个斯坦因是个行家，一看太漂亮了，这个东西价值连城。当然这是在国外，在中国国内当时没多少人拿当回事。斯坦因就琢磨，我怎么能把这些玩意儿弄好？他就下了功夫了。他自个儿本身呢，直接找的这王老道，但是我没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王老道一见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本能的就有戒心了。再一个，那会儿我们知道，这是1900年以后了，那个八国联军、英法联军有鸦片战争的，中国人对老外没好感，所以他本能的就戒备。怎么办呢？这个斯坦因呢，找到了一位姓蒋的。这个姓蒋的原先干嘛？当师爷的，也懂英文，就给他当翻译。这个蒋师爷在里边没起好作用。这个蒋师爷就是斯坦因说，借你口中言，传我心无事。你跟王老道谈，怎么谈呢？说呀，我们这英国来的斯坦因呢，你别看是个老外，也信这个，信佛啊，到这儿来呢，就想发善心，把你这地方给你装修来一遍，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想给你捐笔钱。这是王老道一看心病啊，乐坏了，行，好事啊。那可是呢，他看你这是经书什么都不错，能不能卖给他点，留个纪念？王老一听，那可不行。王老道琢磨了，你是真捐钱假捐钱，还是要拿我东西？尽管王老道认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多值钱，可是你一个外国人来，你憋着什么坏呢？不知道啊。所以这样经过交流，这斯坦因就明白了，不能用这种方法。那么我直接找王老道，我呀想给你修这些庙宇，修这些塑像，你能让我进来看看吗？我确实要捐钱。王老道一看他真要捐钱，看也看不坏，来看吧。这一看，斯坦因发现王老道真250，怎么250？这不里边有不少好的雕像吗？这个王老道嫌这些雕像太土旧，把这些雕像都砸了，找当地石匠另外给做，把一些精美艺术品毁坏了，搁些粗劣的东西放这儿了，觉得这新的，而且嫌这些壁画不够亮的，找人给我刷石灰刮大白，刷上去，糟蹋东西。斯坦因一看心里高兴，为啥？他不懂，不识货，好蒙。然后就说，我呀没别的意思，我平生最崇拜的谁？唐僧。当然他不能说他玄奘和尚，真实世界里的唐玄奘。当年呢，他从这儿丝绸之路一直到印度去取经，哎呦，我最崇拜他。
因为这个斯坦因有文化，跟王老道一提佛经，说的头头是道，说能不能让我亲眼目睹一下当年唐玄奘拿到这儿的经书啊？王老道一看，既是同道中人，你也这么信，咱是修行的人，来吧，就把他领到藏经洞，给他看点经书。这个也巧了，他看这卷经书呢，恰恰是唐玄奘带回来由梵文译成。一看他拿着给忘了，你看看，这是老天爷指示我信这个，到这儿来我就看着这个，这就是冥冥当中佛度有缘人。这样我肯定花钱帮你修这个地方，但你能不能圆我个心愿呢？我把这个书啊带回几卷去，带到印度，现在印度都失传了，给他们看看，看看咱这中国保存这东西得多好。就这么的呢，他就要出2000两银子来买这些经书。王老道乍一听2000两，那可不是个小数啊，这是修庙什么都够了，心花怒放。可又一想，你都买走怎么办？说不行，不能都给你，你这么你挑着来吧。就这么着，最后他花了多少钱呢？4锭马蹄银，1锭50两，4锭是200两。200两银子买走多少东西呢？24箱经书，再加5箱精美的绢画刺绣文物，24箱5箱。大伙琢磨琢磨，搁现在得值多少钱？这些东西200两银子买走了。过了多少年，斯坦因写回忆录说，我都没想到200两银子买走这些东西，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交易。他的意思是啥？我占了大便宜了，一个大馅饼砸我脑袋顶上了。所以这是斯坦因挑走了多少东西呢？1万多件文物。当然不是一回啊，后来他又来几回，加到一起3、4回，1万多件文物让他弄走，占总数的1/5，就归了这斯坦因了。那么这个事儿传出去，你琢磨琢磨，又来了不少人，日本人呢，什么法国人都来了。这回第2位来挪走大量文物，这个人名字叫伯希和，是个法国人。这才叫走了孙悟空又来个猴，他来了。这个人呢，八国联军占北京的时候呢，他给八国联军当过翻译，中文很好，这法国人。而且他当时在北京的琉璃厂文保这到处转，喜欢中国这些古旧东西，收了不少。到西北这，他听说这个事儿了，说有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佬啊，拿走些东西。他说这地方还有，我得来。来到这儿呢，不巧这王老道呢进城里化缘去了，进敦煌县城了。他跟着到县城里找到王老道。这会儿王老道跟当年不一样，他跟这个斯坦因做过一会儿买卖了，他对这事明白了，有底气了。这样呢，他把这伯希和带回到莫高窟的时候，他耍了个手腕。哎呀，坏了，我这藏经洞钥匙啊落敦煌县城里，离这50多里地。有人说他撒这谎干嘛呢？咱们有些搞收藏的买卖家知道，我这有个东西，你要来看想买，好，来了我不能马上给，我抻着你。哎呀，这个东西是在我这儿，就是箱子里，你钥匙在我媳妇那儿。说你媳妇干嘛去了？我媳妇上菜市场买菜去了。咋回事？找去。说回娘去了，再找去。你坐到这儿，如果干靠你3个小时，你说你有没有心思干别的？就想要买这东西，就看不着，着急。所以等人来了，打开箱再见这东西，你一着急，我再谈价要你个价，你就容易上当，就容易上钩，把你这欲望给调动起来了。所以这王老道这时候也用了点江湖手法来钓鱼。他没想到这种手法你觉得高明，恰恰是人家想要的，人家就怕你不卖的。你看你用这个手法钓鱼，一说我们这修庙得多少钱，当时伯希和心里乐坏了，我就怕你不提钱，只要你想要钱，我求之不得的，我怕拿钱你都不卖。就这么的，很快双方就谈这个事儿了。王老道也熟门熟路了，说这么的吧，你进这个洞里头你挑去。这个人呢，他中文比当初斯坦因要好，这伯希和明白这个，一卷一卷经书看，在里边待了3个礼拜，21天。
几乎把这些经书都看个遍，然后挑精华。他懂中文呢，这不得了啊！行家这是挑了几千卷经书，给了多少钱呢？给的比那多，给了500两银子。原先200两，他给500两。结果他其实掌握的这些经书质量比当初斯坦因带走的高多了，因为他明白中文，知道哪些是真正好的。所以这样情况下呢，这伯希和又第二遍的掳走了这些文物。在之后，什么日本人呢、德国人呢、英国人一堆一堆的来，到什么程度呢？最后一直把经书都拿走，剩下艺术品也基本都拿走了。到什么程度？最后来了，把那个雕像啊都整尊的菩萨雕像抬。还有个美国人身上挺缺德的，最后一看没别的，这壁画不错，怎么办呢？发明一种特殊的胶，搁上贴上，把壁画整个都给蹬走了。结果造成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不可挽回的损失。你那么祸害，你想想那得什么样的人？所以说这个王老道啊，等于在一定程度来讲算个罪人。那么说这个王老道是不是贪财呀？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就说这王老道把他画的简直猥琐至极，跟外国人勾结呗，还真不是这样。这个王老道不是个贪财的人，他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整个在庙里待着这时段，毁藏经洞里这些东西，就是为装修，就是想让这庙漂亮点，让佛有个好地方待，让道家祖尊有好地方待。他完全是出于虔诚的宗教心态。而且他卖了这些东西，剩这钱干嘛？就是用来修庙的。他自己也没捞着好。后来呢，有风声传出去说他卖这些东西，给王老道吓得，怕官府追究他责任。大概1931年的时候，他80多岁了，去世的。临死之前东躲西藏的，害怕。那么说，你说这个有没有根据呢？他毕竟是卖了，咱有根据。王老道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1907年斯坦因来买东西，这7年间王老道干嘛了？我说前面给慈禧老佛爷写信，他为什么？如果他真想卖，他应该不吱声，就把这洞封起来。我知道来个老外卖点，来个卖点，这样。他为什么还给皇上写信呢？无非就是想向清廷要钱来修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期间他费了挺大劲儿。这个洞开的时候，他马上先到敦煌50里开外敦煌县找县令，姓严，我拿2本经书，你看这里有宝贝，挺好，能不能拨点钱修啊？结果这个姓严的县令250，也没文化，把这个经书拿回去了，跟他老说这什么破玩意儿这么硬，当手指都不行，没拿当回事。没办法，他等换第2任县令姓汪，到他这儿，这姓汪有点墨水，姓汪还派人到这儿来看了，看完说这是好东西啊，封住了，给我保存好，一声吓唬，1分钱没拨，因为地方财政太紧张。逼的这个王老道没招了呢，自个骑着毛驴啊，跑了800里，跑到宿州，就酒泉，找这个酒泉的武装部司令，清廷叫道台，找这个道台大人，也是拿了好几部经书当礼品，你看看能不能拨点钱给保护一下。这道台大人看着经书看半天，这字还没有我写的好，你回去吧，也没管这事儿。所以逼的这个王老道最后想到给清廷写信来要这援助，也没有，那他怎么办？所以这老外来一说掏钱修这地方，他求之不得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待这事儿，第一个，当初这些东西远不如我们今天看起来值钱，年代也久远了。在王老道眼中，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但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价值连城的文物。所以他作为跟老外交换呢，他本身也没有认识到这批东西的文物价值。再一个是呢，那个时候呢，他的第一理想是修庙，这些东西是可以作为一种交换条件的。同时他为了呢打通关节呢，要俩钱儿，不断的把这里头的经书呢送出去给各个当官当礼物。由此这些经书还行，没有跑到国外，还成了我们今天的国宝。所以我们分析这个事儿呢，这王老道呢
确实是无心之失，犯了大错。而真正根儿在哪儿呢？第一个，当时的政府乃是闹辛亥革命干什么，他也没心思管这个，就是腐败无能的政府无心顾及到文化事业，这是一个罪人。第二个就是别有用心，这些外国文物骗子到这儿来把咱好东西骗走了。所以我们说呀，为啥盛世兴收藏，天下太平，国家强大，这些文化事业才能发展起来。你国家要非常凋零，遍地都是战乱，就没有心思顾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国是大家，家是小家，你这个大家安定强盛了，这些小家才能有文化事业上的盛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我们好多观众朋友都有这个印象，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往往打开一些和自然科学有关的书呢，说到人类未解之谜的时候呢，往往首先要提到古埃及的金字塔。那么为什么说金字塔成为人类到现在为止一个永恒的未解之谜呢？是因为金字塔它展现出辉煌灿烂的建筑文明和里边体现出来的对天文各方面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这种范畴。我们看这个金字塔里边呢，流传的这个最广的，认为是也最古老的，建筑最大的，这应该说是金字塔群落当中的胡夫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呢，应该说建在是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的法老时期。那么围绕着这个胡夫金字塔本身，就有了无穷无尽的一些谜团。这些谜团到现在为止没有能够解开。有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在看好莱坞电影，在拍《木乃伊1》和《木乃伊2》这两部片子的时候，其中好多场景呢都是围绕着金字塔以及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展开。那么其实这个片子这种最大卖点，它基础来自什么呢？来自我们对古埃及文明的一种未知，来自我们对金字塔神秘的一种好奇。比方我们刚才说这个胡夫金字塔，它的神秘之处有多少呢？几乎我们现在感觉数不清。每当我们似乎解开了一个谜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你比方说胡夫金字塔，公元前2600年建造，塔高146米，由230万块石头组成。这个石头呢，有的是相对比较轻的石灰岩，里头用的是最硬的花岗岩。轻的石灰岩大块的重15吨，这个重的花岗岩大块的得重50吨。现在一调查呢，整个统计呢，发现胡夫金字塔重多少呢？重600万吨，等于美国那帝国大厦呀好多倍，等好几十个帝国大厦那么沉。那我们就奇怪了，就是这个公元前2600年，那个时候古埃及文明是非常灿烂。可是也很难达到这种建筑水平。首先一个，你说这些石头你怎么给它运上去，摞那么高146米，而且这些石头花岗岩不仅是给它堆上去了，它是严格按照各个面之间严丝合缝的合上，中间连咱们拿银行卡往进插，你插不进去。就是现代的工艺技术已经有各种各样现代仪器了，想做到这个都比较难。那么距今这已经得说将近5000年前了，古埃及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得费多大的劲呢？而且把这石头运到那上头，那这基本没什么工具，他怎么弄的？所以建筑学里边把金字塔当做一种奇迹看待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依照我们现在的建筑学，再回想公元前2600年，你不能想象那时候人就居然能建一个146米高的这么一个高大建筑，而且这么严丝合缝，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不仅仅是建筑学里头难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测量学里边。你比方说这金字塔，它的每个边的周长呢大概是755英尺，这几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英尺，就当时肯定没有非常先进测量仪器，它是怎么做到的？再我们看金字塔建的方向，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那个时候也没有指南针，也没有一些光学仪器，一衡量发现呢，它对着正北的方向，跟真正100%正北方向的误差不到20分之1度，20分之1度都不到这误差。
他怎么衡量出来的？就是古人要是就靠目测的话，达到这个水准，那也太神奇了。不光这个，金字塔里边有不少跟天文有关的谜。你比方说，它里头有几个竖井，顺着竖井呢，以前人以为这是透气的，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每天晚上你从这竖井里往上看呢，你都能看到一个星座。最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说天狼星星座，它分天狼星 A、天狼星 B。天狼星 B 呢，是一直到19世纪人类才发现有这个天狼星 B， 以前肉眼都看不到，刚刚发现。可是，在那么早的金字塔里面呢，已经专给天狼星立了2个竖井，一个是观察 A 的，一个是观察 B 的。你说那时候人怎么能有这2下子？怎么能有这么丰富的天文知识？同时呢，金字塔，你从它一些数据上，比方说金字塔的这个重量乘以1015，就是地球的重量。金字塔高度146米乘以11，就是地球到太阳之间距离。当然有人说这可能巧合，可是这么些的数据都堆到一块，你就不能简单的说它是一个巧合。说那个时候古埃及人有这么丰富的天文知识，有这么丰富的建筑知识，这令我们今天想起来感觉到有一些不可思议。当然这些谜呢，解开一个套着一个，解开一个套着一个，我们很难呢把这些谜给它穷尽了，人呢就永远的到另一个世界了。但是古埃及的传说系统和这不一样，他为什么要把法老做成木乃伊干尸？而且这些干尸这都是奇迹啊！过了多少几千年以后，你再打开看面部什么，一看还都挺清晰呢。这他用什么方法保存的？有人说这里头才奇怪呢，你把一个生锈的银币放到那儿，过2天锈没了，金光闪闪了，这金字塔里有什么样神秘能量呢？有的人宗教学者研究说，古埃及人认为啊，这个人比方说他死了，他其实是获得了永生，就是人生命是短暂的，死后的时间是长的，他可以由一个活人走向一个神灵。那么你把它变成木乃伊放在金字塔里边呢，他可以就说永久的成为神灵了，跟天地一体了。而且成为神灵之后呢，他也会继续保佑他的子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看木乃伊1和2里面，不就是反映这个主题吗？他变成了木乃伊之后呢，完后来有偶然的原因，他又复活了，又继续统领这块土地。后来他失去这神秘能量了，他才真正的去死亡了。那么这也跟古埃及的这些传说和他的宗教理念有关，就说金字塔并不是帝王的陵墓，而是帝王通过在这具有神秘能量的金字塔里，由生命走向死亡，由死亡走向神灵，由神灵获得永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金字塔不是陵墓，相反是我们可以说凤凰涅槃的一个必要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呢，可以保佑凤凰涅槃成为神灵之后，继续来对这片土地发挥它的统治作用，发挥法老的作用，发挥法老的这种保佑的作用。所以你看这种方式，我们看这个好莱坞这大片木乃伊一样的，都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解析金字塔到底是干什么用。那么按照这个道理呢，金字塔确实是神圣不可侵犯，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触碰的，因为这是法老本身走向神灵的过程。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金字塔还真相应的展示了它有点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而且人高烧烧的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当中还不断呼喊图坦卡蒙王啊，你饶了我吧，我不应该打扰你的魂灵啊，把周边人都吓够呛。结果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他这脸上开始溃烂，蚊子叮的地方呢开始往下陷，就好像有东西给他硬往骨头里摁似的。结果隔了那么10几天，卡纳丰爵士一命呜呼死了。等到大伙把这个图坦卡蒙的木乃伊拿出来，发现呢，图坦卡蒙这个木乃伊的左脸上也有一个小坑，就在蚊子叮的位置那种坑。很多人觉得这太神奇了，这怎么回事啊？接下来更神奇的事发生了，在接下来半年当中，跟随着卡纳丰爵士进入到坟里这20多人里边，有22个人相继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就跟好莱坞那片子《死神来了》似的，不管怎么你躲不开，没了。所以这时候很多人提起图坦卡蒙的咒语，
太灵了，太神了。后来呢，也相继有一些不信邪的探险者呢到这陵里来，但是后来陆续发生了很多进到陵里来的死人的事儿，乱七八糟的原因，车祸呀，什么这个被暗杀了，吃药啊，或者有病啊，疯了，各种各样的。当然，我们说他不是100%灵，心里头有的也有没事的，有的可能人家他就该死，意外的原因也给算到这账上了。那么这个事儿呢，都有人说年代久远的传说不可信，为了制造这个神秘感什么的。可是2005年呢，科学家组织了一次科考的时候，有人发现这个咒语好像还存在。怎么呢？这个科考过程呢，是把这个里边的木乃伊啊拿出来，然后呢用这个科学仪器扫描一遍，看看它整个的结构啊、变化呀什么的，也是呢调查一下这些木乃伊他们活着的时候身体啊有什么疾病，添上了很神秘的一笔。就我们感觉这个金字塔呀，时至今日我们都觉得其中有好多未解之谜。我想呢，很可能这些未解之谜一环扣一环，我们有可能把一个大的未解之谜解开，后边就迎刃而解。但问题是呢，我们现在有关金字塔的任何一个谜都没有完全的解开，反而在解这个谜的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谜。所以金字塔呢，就如同我们人类世界里边呢一个永远探究不完的神秘源泉一样，你揭开它一层面纱，还有下一层。所以阿拉伯谚语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什么呢？他说人类惧怕时间，但时间惧怕金字塔。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最近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个令人们感到振奋的消息，那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冻死层里发现了一具1万年前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种群猛犸象这么一具尸体。那么这具猛犸象的尸体由于温度比较低的缘故呢，它并没有腐烂，甚至里边呢还有流动的血液。那么从这些血液当中呢，就有可能提炼出活的猛犸象的细胞，然后把这些细胞里边呢提出它的 DNA， 就可以让猛犸象复活。那么利用这种克隆技术呢，让已经灭绝了的远古动物复活，这种观点呢在科学界一直有争议。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干，在现实当中再制造一个侏罗纪公园呢？也许把猛犸象复活这个工程啊，有可能和电影里一样，是一次重返侏罗纪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构想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也是俄罗斯科学家一直以来研究课题。因为猛犸象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常识，就猛犸象呢，它在这个1万年前灭绝了。那么它生活的年代呢，大约是我们管叫冰河纪。这个冰河纪时期呢，应该说从200-300万年前一直到1万年前，这个时段被称为冰河纪，也是地球上呢很多生物灭绝，又有很多新的生物诞生的这样一个时段。猛犸象当时活跃的主要地区呢，是在现在这俄罗斯东北部，就是西伯利亚的东北部这一片地方。西伯利亚的东北部现在呢已经成为苔藓遍布的荒原了，但是在1万年前那个时候，这里边呢却是生机盎然的大草原。在这里呢，主要生活着一些大型的食草动物，像野牛啊，还有鹿啊，包括猛犸象。那么当时俄罗斯的科学家呢，通过研究这一带的冻土层，他们得出个结论，就是在1万年前到这个再更古远的200-300万年前这个时段，西伯利亚这呢并不是冻土层，它并不是苔藓荒原，而是什么呢？是大草原。这个大草原当时你看纬度依然是在现在这个北温带以北，说那时候那么冷，为什么这个地方草还能大量生长，不是像现在这样形成苔藓荒原呢？那是由于猛犸象、野牛这样大型食草动物在这里生活。它们生活的过程呢，一方面呢通过排泄粪便来维持草原的土壤养分，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啊，通过不断的行走迁徙，把这土壤给踏松翻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种菜啊之类，春天要翻地，和那道理是一样的。
说后来由于这个气候整个有变化了，猛犸象灭绝了，这一片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多数都已经死掉了。这样没有这些粪便维持土壤，没有这些食草动物把这个土壤给踏松，所以大片的草长不出来。这样苔藓迅速占领了这个地区，由原来生机盎然的大草原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苔藓荒原，简称叫苔原。所以科学家认为呢，这个是这个地方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想呢，假如我们如果能够还原当初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就一定能让西伯利亚荒原变成西伯利亚大草原。所以俄罗斯的科学家打算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圈出一块大概有16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它命名叫更新世公园。什么叫更新世呢？就是我们说公元前1万年，就是1万年前再到这个200-300万年前之间这段时间叫更新世。那么你造更新世公园一定得有那个时候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那些大型食草动物得把它请回来。所以俄罗斯这些专家们在琢磨，我们怎么样能让猛犸象复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样就把当年那个大草原的环境给复制了。当然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听起来说这简直跟这个科幻小说一样，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正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个科幻小说提出的境界。首先一个，我们看最关键的步骤，复活猛犸象，它的技术支撑靠什么？首先一个，我们看最关键的步骤，复活猛犸象，它的技术支撑靠什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就说葡萄，我把这一个葡萄枝切成10段，每一个葡萄枝都可以再长出来。把仙人掌切成几块，每个仙人掌也可以变成原来那个样子。这个技术我们叫无性繁殖，就是它不是通过雌性和雄性、公和母两种细胞结合产生的生物，而是把原来的一个生物，不论它是什么性的，甚至是无性的、中性的，拿出细胞来，不断的通过细胞的分裂，最后形成这个生物。这种技术在西方英文 CLONE 叫 clone。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这就叫克隆，也其实呢就是无性繁殖。那么复制猛犸象，其实这种克隆技术也是无性繁殖。它的道理在哪儿呢？首先它得有猛犸象的 DNA， 这 DNA 怎么提取呢？死了的很难提取，就是起码你得有活的细胞才能提取到完整的 DNA。 刚才我们说发现猛犸象的尸体没有腐烂，由于那里边冻土层的温度是零下17度，这里边还有流动的血液，既然有流动的血液，就可能有活的猛犸象细胞。那么好，把这个细胞拿出来要做什么工作呢？分离。我们知道细胞里边就有细胞核，把这细胞核拿出来，然后和什么结合呢？找一个和猛犸象情况非常像的它的近亲，比方说亚洲象，找一个雌性亚洲象呢，把它的卵细胞拿过来，然后把雌性亚洲象这个卵细胞里边的细胞核取出，植入刚才我们说猛犸象的细胞核，这样细胞本身会不断分裂，分裂到一定程度形成个胚胎，然后把这个胚胎再移到一个成熟的雌性亚洲象的子宫里边，然后让它做代孕妈妈，生出猛犸象。它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明白，这种克隆猛犸象的技术它需要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一个完整的 DNA， 就是我们说得保证血液里这细胞是活的。另外一个还得找到一个呢和猛犸象特别类似的近亲，作为繁殖猛犸象的母体，像亚洲象。所以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复活远古的动物它是受到局限的。你就说恐龙，咱们看侏罗纪公园里怎么复制的，说有一个蚊子呀，这个叮了一个恐龙，然后吸了些血，结果这蚊子呢被树脂包住了，成为琥珀。后来从这里边提出来恐龙的血，然后在这里找到细胞再复制。其实这个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复制它之后，虽然恐龙是蛋孵出来的，它必须得有一个合适的母体。哪种母体合适呢？和恐龙一样的生物的蛋，那我们现在上哪儿找到
和恐龙蛋一样大的这样的母体生物能下出这样的蛋来呢？这个太难了。所以说现在世界上的科学家列出来说已经灭绝的动物，我们要让它复活，拉出个名单，基本都是最近几十万年以内灭绝的，因为它很容易能够找到近亲，也很容易保留下来 DNA。 太远古的动物很难保留 DNA， 也找不到什么近亲了，所以这是猛犸象复活的一种可能性。经过我这个分析，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理解，就是现在的科技真的是一点点在逼近这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克隆技术大家都知道，它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了。这些年来，克隆牛啊、克隆青蛙呀都出现了。那么最早是什么呢？大家都会想起1996年有一只绵羊叫多利，它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出来的生物。那这个绵羊多利是怎么克隆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性繁殖的手法。克隆它呢，需要3只绵羊，一个是白绵羊，2只黑绵羊。白绵羊身体里呢提出这个细胞来，然后把细胞核取出来，然后再找一只这个黑绵羊呢，提供一个卵细胞，把细胞核去掉，植入这个白绵羊的细胞核，然后分裂成一个胚胎之后呢，再植入到一个黑绵羊的母体之内，把它生出来。结果生出来，大家发现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了，就说这个多利羊它不是公绵羊母绵羊精细胞卵细胞结合的结果，而是由原来一个白绵羊身上的单个细胞分裂的结果。所以生出来这个多利羊，它所有的特征来自原来那个白绵羊，而跟后来这2只黑绵羊提供卵细胞的或者提供母体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就是无性繁殖的神奇地方，就说动物细胞也和植物细胞一样，它可以不停的分裂完成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多利羊呢，它总共活了6年。那么它死的时候，很多人奇怪，说正常的话呀，这种绵羊应该活12年，为什么只活6年呢？人们发现这个羊死时候得的病是绵羊里比较常见的老年病。绵羊一般不活12年吗？它原来取出细胞那个白绵羊已经6岁了，所以有人就说克隆生物它这年纪能活多长，得看它原来那生物多长。比方说原来它已经6岁了，总共12年的寿命，那可能这个克隆出的生物就是6年，6加6等于12。所以这个事情在科学界呢也引起一些争议，就是说克隆生物它毕竟不能像原来那个生物一样，它那些特征我们怎么算啊？怎么看它的一些特征？而且有的时候呢，克隆出来这个动物它会不会产生变异，这都是很难讲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对于说我们要不要克隆已经灭绝那些生物，存在很大争议。有人说那灭绝的生物像以前恐龙那是天灾，它讲不了了。但后来这些灭绝的很多生物都是人祸呀，是人造成的，它灭绝了。说咱是不是人类得负点责任呢？得把它复活过来，它不是说影响环境啊。其实不能这么简单看。有人觉得说你像大熊猫灭绝了，咱怎么着，那只是一种预备役状态。就现在大多数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他反对克隆那些灭绝的动物。为什么？首先一个，你克隆出来之后，现在这环境已经不是他生活时候那环境了。他为啥灭绝了？不就是人类把他的环境破坏了吗？那么单个生物你给它克隆出来，它也很难在现在这环境里生存，恐怕你克隆出来也只能给它放到实验室里。那它的意义有多大呢？没多大。真正克隆出一种生物来，是保持它种群的这种繁殖能力，让它繁荣起来。可是即使你能做到让它的种群反应和自然界适应，新的问题又来了，就是它那个时候灭绝的时候和现在并不一样。你把它的种群重新繁殖回来了，它就会对现在整个的生态系统产生致命的影响。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咱们这个中国大闸蟹好吃吧？这大闸蟹呢，随着这个海洋运输船呢来到德国，到德国的生态水域呢，大闸蟹没有天敌，结果这就迅速繁殖，德国人还不敢吃这玩意儿，结果把当时德国的水域生态环境搞得乱七八糟。咱们看侏罗纪公园就这个道理，你把恐龙复活了，成种群了，它会对现在的种群生物种群形成巨大的威胁，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这也是大家担心复活远古生物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好多物种，随时都有可能灭绝。那我们现在花这么大价钱复活那些已经灭绝了，不如把这钱用来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的生物，这样更有意义。所以基于这3点，很多科学家提出来不同意。其实我倒觉得呢，还有另外一点，第4点会让我们对这个复活灭绝的生物产生一种恐惧。就正如我们看这个多利羊，它身上就可能产生基因变异，也可能产生各种缺陷。那么这个绵羊，比方它挤出来的羊奶，还会不会对我们人类具备食用的效果呢？有没有用呢？我们喝这种羊奶会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不可知的甚至可怕的变化呢？这个都很难讲。可是问题是，这个新物种自然界从来没有的，或者已经消灭了，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具备生存条件，它突然回来了，它会不会对我们现在的生态系统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哪怕有一点，都足以引发一些我们不可知的连锁反应，而这种不可知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产生令我们意想不到未知的可怕效果。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恐惧应该来说，人类的恐惧本身甚至比恐惧的对象有时候还要可怕。所以我们是谨小慎微的看待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尤其是我们无法判断这个新生事物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复活那些已经灭绝的生物，不如我们集中精力保护好现在濒临灭绝的这些生物。这也许是人类对这个世界应该肩负起来的最大的责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年6月初，山西吉县政府出面组织了一次叫人祖山考古文化旅游鉴定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呢，请了23位专家，有以前国家文物局的，有以前故宫博物院的，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神话专家。那么经过这次鉴定会之后，吉县宣传部门发出了一条消息，找到什么了？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娘娘的尸骨找到了。这事儿咱要说清楚啊，得从当地一个地名人祖山这说起。人祖山上有个人祖庙，人祖庙干嘛的呢？经考证呢，是最早的供奉女娲娘娘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考古产生的新发现，在女娲娘娘这个塑像下边发现了个东西，而且这里头呢还发现了明朝时候当地人手写的一个东西，说这个是皇帝遗骨。你看女娲娘娘神像下头还说是皇帝遗骨，以前不说神农伏羲女娲这不是3皇吗？所以这些专家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最后得出个结论，这可能是上古3皇之一女娲娘娘的遗骨。你看这可能是。那么当地宣传部门根据这个就发布，人祖山这个地方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就说这个可能是女娲娘的遗骨，那么他就填补了中国考古史上一个空白，说中国上古史没有文字记载，那这就被推翻了。你看明朝人写下来了吗？这是皇帝遗骨吗？是个有文字记载了。再也证明人祖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你看这一弄可有好处，对不对？当地有文化旅游公司早就投资好多钱呢，把这人祖山周围这地都包下来了，这地方我开发。你再有这么个事儿，这咱老祖宗在哪儿呢？女娲娘娘在那儿呢，那咱拜老祖宗去吧。可是这女娲娘娘这哪有什么历史根据考证？这是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啊。说这女娲呀，她不见得就是一个人，可能是上古时候一个部落，这部落的首领叫女娲，这回1代女娲、2代女娲、3代女娲、4代女娲。这个遗骨呢，有可能是某一代女娲的骨头。那既然你要承认这个，那和前面的结论就完全大相径庭。你要是某一代女娲的遗骨，你能说这个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吗？你能说中国上古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就给推翻了？这不等于自相矛盾吗？这个结论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跟这些专家聊天，
哎，自己咱都能想明白这事儿。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哪那么容易一下你就找着了？那等于子虚乌有的。那我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说不对吧？女娲娘呢，既然传说可能就真有。我们知道上古的一些神仙，传说当中，你像庞古开天辟地，说神农氏尝百草，又发明农业技术，燧人氏打着火，让人类避免茹毛饮血，有巢氏发明在山洞里待着，在哪个地方背风挡雨，会出屋了。说轩辕氏皇帝发明这礼乐呀，大家可以结婚了，干嘛的这个？这就上古的神仙各有各的职能，它源自呢我们对现代社会形态的一些探究，就是从那人开始。那么女娲是个什么神仙？女娲是什么意思？女娲象征着人类的繁衍生息、生育。因为我们有这样传说，女娲造人，怎么造人呢？这女娲娘呢觉得自个儿待着没意思，拿这个黄土和上水捏人，捏一个活了，捏一个活了，管它叫妈。这么干太费事，手也累得慌。女娲怎么办呢？拿柳条蘸泥点一甩，这就一群人，一甩就一群人。后人说呀，他搁手捏这个，那就是帝王将相、大富大贵的；搁泥点子甩出来这就平民百姓、苦哈哈穷人。所以说女娲造人，然后造完人，女娲又告诉说，我不能我总这么干呢，我也累呀。你们自个儿商量怎么造人吧，分成男女，你们配成一对，然后结婚生孩子，这么会造人了吗？所以相传女娲呀是人类始祖。后来有个更大的神话故事，女娲补天。女娲补天是什么意思呢？上古两个神仙，水神共工，火神祝融。水火不相容吗？共工祝融俩人干起来了，结果呢共工没打过祝融，共工一来气呢，就把不周山使劲撞了一下，可不得了。这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给撞折了。女娲我得补天，怎么补天呢？先把一个老王八给杀了，把他4个脚卸下来，当做撑天的柱子先撑起来。撑起之后呢，把天补上，怎么补呢？采五色石，各种各样的宝石，搁个大锅里煮，咚，把石头化成了浆，就这等于液体了，粘液，就跟打的酱子似的。然后拿这个抹到上边，把天补上。补好是补好了，留下俩后遗症。所以说，这就是女娲补天和后边的一系列神话传说，加上文学家写的这些故事。所以你从这些你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娲呀，她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她不是实实在在人物。而山西提县拿出这一招，把这个虚拟的神话人物搁到现实来，想弄旅游呗，那大伙往那儿去呗。为啥呢？这事儿全国出的太多了，那这极限可以说是食人牙慧，没什么创意。孙悟空，咱知道孙悟空可是现实当中肯定没有吧？山西有个地方叫楼烦，有的专家站出来了，我们这地方孙悟空老家。咱们知道以前孙悟空有个地方，这甘肃啊，说连云港啊，连云港说我们这儿有花果山，也最多是从花果山这角度。这山西楼烦有些专家就考证，我们这地方啊，就是孙悟空老家，1、2、3、4、5还列出些根据了。你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匈牙利的一家博物馆展出了一个荷兰收藏家持有的肉身坐佛像。那么今年年初，这座肉身坐佛像被中国福建大田县阳春村的村民认定，这就是该村一直供奉的张公六泉祖师肉身坐佛像。那么这个肉身坐佛像呢，曾经在1995年被盗，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找到底到哪儿去了。那么这次匈牙利博物馆展出这个，认定这就是当初丢失那个。那么此后呢，经过政府间的交涉，海外华人团体的努力，可是呢，这个肉身坐佛像的持有者、收藏者没有把这个肉身坐佛像交还给阳春村的村民。那么最终没有办法呢，只能走上司法追讨的这条路。那么为什么肉身坐佛像这个顶级文物，它的返乡之路是如此的艰难呢？大多数的观众朋友并不了解肉身坐佛像是怎么回事。
说这个是不是就像木乃伊呀？你看外边这金光闪闪的，里头呢居然是一个这个大德高僧的真身，就是过世之后的法身。那么咱首先得给大伙说说什么是肉身坐佛像。肉身坐佛像呢是中国呀长期以来的一种纪念大德高僧的一种方式，是指呢某一位高僧啊过世之后呢，把他这个法身呢放在一个缸里边，放在缸里头呢，这是有说法的，就是底下呢是一层石灰，上面铺一层木炭，然后把法身呢盘腿坐到这块，然后周围呢塞上一些檀香木和木炭，然后把这缸封上，封了3年之后呢，再打开这个缸，如果这个肉身没有腐烂，还是栩栩如生的，就把它做成肉身坐佛像。那么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所谓张公六全祖师肉身坐佛像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北宋年间的，就是在这个福建大田杨春村发生的事儿。说这个张公六全祖师呢，本名叫张其三，他是和他母亲呢一起来到这个村子，他母亲改嫁来到这个杨春村，他本身就是个放牛娃，后来呢出家为僧，出家为僧以后呢，长期以来坚持积德行善，给村民呢看病啊赠药啊都是免费的，所以等他过世了之后，他大概30-40岁就过世了。后来呢给他做成了肉身坐佛像，认为他是有道高僧。然后这当地村民呢，杨春村村民呢说这个祖师一直对我们很不错，咱们就建立一个地方，然后呢把它供奉上。由于这个张其三的法号叫普照，所以在杨春村村头呢建立一个普照堂，就专门供他这个肉身坐佛像。为什么叫张公六全祖师呢？张公不过普照和尚这个俗家名字叫张其三，张公。说六全是怎么回事呢？是指呢这个肉身坐佛像制作呀，他肉身不腐，你看这个胳膊腿这为四肢，再加上脑袋，再加上身子，就这6样都全乎，所以叫张公六全祖师肉身坐佛像。那么杨春村呢一直供这个佛像。说1995年怎么被盗的呢？这是1995年呢农历的10月初5，是张公六全祖师作画的一个纪念日子，所以当时村里还搞了很盛大的一个庆典。到了农历10月23，就是1995年的12月14号这一天，这个普照堂呢打更的一个70多岁老头，把这个都弄好了，香也点上了，门一关，晚上就进屋睡觉了。结果到早晨起来发现呢，这整个这堂上被翻的乱七八糟的，肉身坐佛像丢了，被盗了。一找呢，门啥的都完好无损，那个寺外土墙后墙那被掏个大窟窿，看来半夜3更人从这窟窿里进来，这个盗贼把他偷走了。那么报案了以后呢，警察一调查呢，村上有一个砖厂有个搬砖的工人说对，那天晚上我在那个半夜正在那搬砖呢，结果我那车就把一个白色面包车给挡住了。因为那个时候90年代在农村这车属于稀罕物的，而我特地就多看一眼，完车上呢好像车厢里还躺着一个人。他再回忆躺那啥人呢？那就是张公六全祖师的肉身坐佛像给弄躺下了。说可是这时间也挺长，他就回忆是白色面包车又什么的，提供的线索也有限，所以当地警方呢抓紧时间破案呢，大概用了几个月时间，也没找到什么头绪。后来这案子就一直搁到那儿，这已经尘封了20年的案子了。那么说为什么杨春村村民就认定这个事呢？这个荷兰有一位叫奥斯卡的收藏家，他手里头有这个肉身坐佛像，他去年10月份呢给了匈牙利一个博物馆让他展出，展出之后呢，今年年初呢这个新闻呢报道过程当中就把这肉身坐佛像的图片呢全世界都看着了，都传播说这是来自中国古代，经过鉴定呢是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其实就北宋年间的这么一个肉身坐佛像。结果杨春村村民呢有那么一位呢看电视发现了这个事儿，说这个跟我小时候看到我们村里供的一模一样，然后呢就在这个荷兰和匈牙利
就有华人到那看，看完了在近距离看的时候给拍照，拿回一对呢，他们发现证据确凿，就一个是整个形状啊，还有特征都吻合，另外同时展出的那个下面的坐垫上面，就蒲团上头都写着啊这个什么本堂普照啊，这个张公六全祖师这个字样，就这和道出的所有的特征都一模一样，所以一认定呢，这确实是一个，那马上就展开交涉吧。这我们东西怎么跑那儿去？这都弄那边去，往回要吧。一开始呢，这个收藏家呢说同意，哎，回赠给中国拿过去。可隔一段时间又反悔了。然后咱们的政府部门呢也跟荷兰政府进行交涉呢，但是荷兰这方面有一定限制，它有法规法典限制，说你可以给他施加压力，我们这边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必须把这个返回去。结果交涉呢没有成功。然后海外华人团队也进行游说，这个收藏家呢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出尔反尔，到现在没动静了，所以没有办法。杨春村村民决定呢，采用司法追讨的方式，哎，派了5个华人律师加1个荷兰律师，现在就在荷兰那边打着官司。有人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难往回弄呢？啊，说这个司法追讨咱有多大胜算呢？其实司法追讨咱们这个胜算并不大，为啥呢？像有关于这样的，就毫无疑问，这可能是被盗了之后非法出口的这种文物。在这方面呢，咱们国际上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什么规定？有一个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叫《关于禁止或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的公约》。这里有规定，就说这个非法进出口，如果你那边能证明，那就得给拿回来。可是这个公约里边呢，有一些限制，就说这个必须得是从县城的纪念馆里头馆藏的东西。那么这个肉身坐佛像呢，是村民自己供奉的，不属于县城纪念馆馆藏，不在这个范围内。再一个，这个公约呢，荷兰虽然签了，是2009年签的，在2009年以前发生的事不在这个公约约束范围内，所以这个公约不好使。第二个公约呢，是在1995年呢，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呢，他定了一个公约，叫《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规定》。在这个里边也做了类似我们说上一个公约的规定，但这个公约呢，荷兰政府表示要签，但是荷兰议会一直没批，就他对荷兰本身也没有约束力，所以这2个公约都达不到约束这个事情的能力。剩下就是什么呢？说国家双边签订的，就我和你签订，咱们互相的有这事儿，互相通融，但咱们跟荷兰没签订这个，所以眼下看呢，这几个公约都不能够保证从司法上就让这个文物回来。那么怎么能让这文物回来呢？这一点呢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司法意义上有一个名词叫善意取得。什么叫善意取得呢？比方说某人偷了东西了，他把这东西呢转手卖给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不知道你这东西是偷的，花钱买了，真金白银买了，这叫善意取得。在国际上讲呢，比方说他偷了这个东西了，转过去卖给谁了，这人又拿到拍卖市场了，他能出示合法的产权证明，有人从他手拍卖过来，人家这人就叫善意取得，人家不知道你是这个偷的，所以人家真金白银花了，善意取得，要保护善意取得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这个法律是我们现在把这肉身坐佛拿回来最大的一个障碍。那怎么办呢？荷兰的民法典里有明确规定，如果要是你能证明这个东西确实是偷的，非法出口，再加上买的人你经过调查说明获得现在就这个肉身坐佛的持有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赃物，如果你要能够把这个证明回来，那他必须把这东西拿回来。那么这个持有者说什么呢？说这个是一个中国朋友在这个95年年初把这个弄到这个荷兰的，然后我从他手买回来的。如果这个肉身坐佛像就是我们被非法卖出去那个肉身坐佛像，他这就是撒谎。为啥？1995年年底12月14号这肉身坐佛像才被盗。他说1995年的时候从香港运过来，在1995年的6、7月份间他就买回来了，这不是撒谎吗？
如果能够通过调查的话，证明这边这肉身做佛像是被盗的，哎，谁偷的都给抓住了，那头谁买的谁卖的，这个链条非常清晰的话，说你持有者是非法的，你撒谎，你明知道这是来自中国的赃物文物，你还买了，那好，你必须还回去。所以这里头司法追讨有一线希望，就是这个证据链条完整的话，咱就能把它拿回来。但问题是，那边在荷兰地界上怎么调查？怎么能证明他们20年前这个买卖的一些事儿？这个调查取证很困难。那在我们这边呢，当初那20年的这个案卷都尘封了，当初警察也因为破案条件有限没破这案。那你现在再回过头，怎么能证明谁把它偷走了？怎么又都卖到海外去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难事，对于荷兰那边也不容易。如果仅有一面调查成功，那面不予配合也不行。所以这个1000多年前的这个肉身坐佛像，现在想回到老家，回到福建大田县这个阳春村，恐怕是难上加难。那么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听到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想往回追讨很难，因为现在世界范围内有47个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有从中国流失出去164万件文物，还有大概1700多万件文物洒落在这些国家的民间，就咱们现在想要回来都难。你像以前什么圆明园呢、兔手同手啊，还有等等等等。那么这方面为什么我们要回来这么难呢？它主要有2个原因。头一个呢，现在在国际上呢盛行一种呢叫文物国际主义。什么叫文物国际主义呢？就说你这文物当初因为战争啊或者什么的弄到我们这国家来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了，文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不一定非得放你那儿，放我这儿也行，而且我这保存条件更好，我们也不是说这产权就一定归我们国家，全世界人都看呗，只不过在我们这儿保存，这叫文物国际主义。其实文物国际主义呢，对于那些获得文物的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失去文物那些国家，这就是很大的不公平。可是现在文物国际主义很盛行，由于英美呀、法国这些发达国家都支持，因为他们是当初掠夺文物的国家嘛，他在这上占了便宜了。再第二个，这个非法获得文物这个概念很模糊。我们刚才说法律上有很多界限，但问题是呢，界限都比较模糊。你比方说这个善意取得，这个现在就不易突破，你怎么能证明它是非法的？这过程很难，而且是谁主张谁取证，咱调查取证的过程非常困难。而且有些文物呢被掠夺的已经很久远了，已经过了司法追诉期了。我们前面说那2条约都规定呢50年就到期了。那按这个规定来看呢，咱们什么当年圆明园被抢走那些东西早就过了50年追诉期了。而且像这些条约呢，很多时候呢现在有的国家签订的你可以追讨，像英国、美国、法国这些文物流出大国就流入大国，他没有签，你也没法拿这个国际法去约束他，所以这才造成了我们现在追讨文物诸多的艰难。那么说现在中国这些文物都什么原因出去的呢？头一个原因是战争掠夺啊，比较典型的是这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及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还有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掠夺走的，这战争掠夺。第二个是私底下买卖，在咱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呢，不少老外到中国来以很低价把东西就给买走了。第三个是这些年来疯狂的盗墓，盗墓之后咱们国家规定文物买卖违法的，那只能非法偷偷摸摸卖国外去，卖到国外还能获得大价钱，所以诸多完全没有爱国情操的盗墓贼把大量的文物都给弄国外去。那现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美国中国文物多，英国、法国文物多，就这4个国家是中国文物流失最多的国家。你像咱们看大英博物馆有23000多件中国文物，常年展出去2000多件，还有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当年为什么法国要建个枫丹白露宫？就为了储存从中国掠夺过去的大量文物，就包括这个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抢走那些东西。你像日本，这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一统计都有30多万件，等美国在民间也大量散落着中国文物，所以这4个国家是咱们海外文物流失最多的。那我们现在能够采取的一些手段，都通过什么方式把文物弄回来呢？实在有限。头一个呢，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司法上的追讨，跟你打官司。就这么些年，我们通过打官司要回的文物其实是很有限的。第二个呢，是政府之间谈判，就是我们的政府召回你的政府，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这个要取决于两国的关系，要关系近了，可能他就给你了；关系远了，会设置各种障碍，很困难。再有第三个呢，就是商业回购。就咱们说圆明园、兔首同手那些文物，不就是海外华人呢出于爱国情操，花大价钱买回来了？所以这也是商业回购。商业回购其实咱们想想多冤呢！你把我们东西抢走了，我们得花钱买回来。还有的呢是以捐赠的名义进行商业回购。你像挪威博物馆里呢留存着圆明园的石柱子，就咱们有一位商人，也是位诗人，叫黄杜波，他在挪威做生意呢，他捐给挪威博物馆呢，大概有这个100万美元左右，把这钱捐出去了。捐出去了干嘛呢？就是这边我捐给你，你那头把这石柱呢回赠给我们国家。其实这是变相的商业回购，是交换。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呢，就是捐赠给你。你像有的是政府行为，把当初掠夺你的文物，像法国就干过这事儿，让博物馆呢把这个从中国掠夺文物作为礼品回赠给中国。还有的是呢，持有者自己自愿的去捐赠。有人说那这好啊，应该劝这个荷兰收藏家你自愿的拿出来。哎呀，他真自愿，咱还费这劲干嘛呀？因为有一种可能是他确实是善意取得，人自己花了大价钱，我凭什么白给你送回去？这是人之常情。还有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他确实是买的时候知道是赃物，那他更得遮遮瞒瞒了，否则的话可能司法还会惩罚他呢。所以现在看，想让这个持有者自己自愿的捐赠回来，几乎没这可能。我们打官司唯一的胜算，有可能出现的胜算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证明他买的时候就知道是赃物，而且我们这边尽快把20多年前的案子理清楚，知道是谁偷的，怎么非法出口的。但是这几个加到一块，咱们看难不难？不用我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这非常困难。所以说眼下呢，我们国家目前看这个盗墓这方面依然很猖獗，所以我说，你与其是弄出去你再往回要，不如压根就把住这关，不让他出去。所以现在咱们在非法文物的这个出口这个层面，一定要把严这个关，而且国内要大力打击这种私自买卖文物啊、走私文物啊或者盗墓这样的猖獗现象。你把这关把住了，叫离牢犬不入。咱不要等出去之后再亡羊补牢，那就费劲费大了。